苏女君刚用过膳，可否跟着我出去走走？当然可以。苏女君，今日杨府城的文人雅士也都到了，在前面的宴会上都等着苏女君露脸呢。雪女君可以不去吗？我想早点启程赶路。伏羲内官那边还在用膳，大概到未时初才会启程。如果苏女君实在不想去，也是可以的。奴见过女君，苏女君。苏女君，宴会上文人公子们都等着您呢，大人来问您现在过去吗？麻烦带路吧。雪女君，那我过去看看。去吧。阿瑶，一会儿你实在不想待，咱们就直接离开。我觉得知府大人很想让我去呢，不然不会专门派人过来，毕竟是知府大人，也得给他留点面子吧。记住，一会儿不是我们拿给你的吃食，包括茶水都不要喝，知道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等苏月瑶到的时候，宴会上的公子们都看向他。要命啊，一群男的，中间连一个女子都没有。难道杨府城没有一个女子画师？见过苏女君。各位不用多礼。苏女君来了，这里啊都是杨府城的文人也有画师啊，不知苏女君可否跟他们交流一番？这可是他专门办的，要是能得到他的指点一二，来年这些文人里面当上画师的，对他的功绩可是大大的一笔。在凤鸾国，只要是读书人，入了学堂的，都可以成为文人，但是能成为画师、琴师、棋师的却是很少。当然可以。苏女君，在下是府城新家的公子，如今是在学画阶段，不知您能否给在下看看画？可以，我看下吧。苏月瑶抬头看了一眼，就是一幅很简约的山水画，润色很生硬，几乎很多色彩都没有调，看着颜色就很扎眼。还有要看画的吗？我画的其实和你们画的不一样，如果你们的师傅教的是这样的，其实你们可以按照师傅所教继续练习画作即可。苏女君，我师傅拍了一幅您的画，意境真的特别好，师傅一直在研究您是如何画出来的，也临摹了很多，就是效果不是特别的好。我一般在作画的时候会把想画的内容简单勾勒出来，这时候墨不要太深，最好是多沾些水。能这么无私的就把画作技巧教给他们，几乎是没有一人。他们也没有拜师，这苏女君的胸襟比他们男子还要广。还有润色上，不要用原始的色，太过生硬，这就需要调色。苏月瑶简单的把一些常识调色说了出来，比较深层次的并没有说。还要感谢苏女君无私把画技教授给我们，多谢。各位，艺术是无止境的，要相互交流学习，才能让人进步。我们一起共同努力，做出更好的画作。他们学画名家技艺，除了传授徒弟，哪有人会这么无私的交流？他们还不如一名女子。在苏月瑶看不到的角落，福星静静地看着。怪不得陛下如此赏识苏女君，这苏女君不简单啊！今日已过，怕是整个杨府城的文人画师都对苏女君的好感上升一个层次了。小小女君可是有了更深的名声了。是啊是啊，陛下特意让您来接苏女君入凤都，也是对苏女君抱有很高的期望的。我当然明白，把今日的事情记录在册，让人快马给陛下送去，一会儿提点巡知府把今日发生的事情上到折子。您这是要帮苏女君把名声打得更远啊？当然了，陛下如今被世家给掣肘着，苏月瑶也许就是这其中的变数。陛下知道，想来也是开心的。是，奴这就去办。最后，苏月瑶在众人恭维声中离开了杨府城。父亲，我有事要和你商量。福心内官刚派人来说，要把今日苏女君的所作所为上到折子给陛下。轩儿觉得福心的意思是，父亲，想来陛下是有意好好扶持苏女君的，将来更甚至想要苏女君和那些世家对上的。如今朝中所支持陛下的世家不足一半，剩下的世家中一半一直中立，
另一半呢，紧握手中的权力，让陛下步步掣肘。这苏女君的出现啊，不知道会先撼动哪方的利益。父亲，我想入凤都参加今年的文人馆的大比。哦，玄儿之前不是一直不想去的吗？怎么又考虑去了？我想驾驭苏女君。什么？哟，父亲，你不必如此吃惊。我能不吃惊吗？啊，哎呀，我和你母亲给你说了这么多女子，你硬是一个也不愿意。如今是真的看上苏女君了？苏女君性情柔和，心胸宽广，才学更是一绝，儿子会努力配上她的。你这小子，要是早点告知我和母亲，在苏女君离开杨府城之前啊，就把你们的婚事给定下来。哎呀，这苏女君去到了凤都，你这还能有机会？父亲，我不想以任何原因胁迫于她，儿子想和她两情相悦时再结婚。轩儿，你可知女子多情，为男子考虑，尊重心疼男子的女子那就更少了。万一这苏女君最后不喜欢你呢？儿子努力过了，如果苏女君不喜欢，儿子此生也无悔。大不了等年纪到了，儿子去充军，照样能在军营做出大事来。哎呦，你呀，这脾气也不知道是随了谁。哎，行吧，你既然想清楚了，父亲也支持你。凤都呢，也有你祖父祖母在，你去到凤都啊，也有人照应。还有啊，去到凤都，切记不要和大房那边起冲突。我知道的，父亲。多谢父亲成全。他也是时候回去了。如果儿子想要驾驭苏女君，那么他必须成为儿子的靠山。他此生也就这2个儿子，如何不为他们考虑呢？马车上，苏月瑶有些昏昏欲睡的。阿瑶，你此举是为了名声？是啊，今日来的都是杨府城的青年才俊，文人雅士的，我给他们留下好的印象，不指望这些人能帮助我什么，最起码不在背后踩我就好。妻主总喜欢懒懒地待在后院，我看妻主心中什么都明白，心思也最细腻。我这样不好吗？天塌了有你们男子的顶着呢。虽然女子如今能入朝，但是说到底还是男子掌权的多。我无根基无背景，可不能以乱击石。待在后院被你们照顾着不好吗？阿瑶的希望怕是落空了，今日的事情明日就会在凤都文人圈子里传开，短时间阿瑶就能把名声又上一层次，就是不知道陛下如何看呢？他刚刚其实就要一些名声，让那些凤都世家知道他有名声，要是对自己出手也掂量掂量的。毕竟文人的笔用好了也是一把利剑，但是他好像忘记陛下了。芊芊，陛下想来不会在意这些小事吧？记住，我们走的时候，福星身边的内官对我们笑得更亲切了，而且我暗卫也看到有人先一步往凤都去了。没事，说不定陛下觉得我就是想要好的名声，没有想到其他呢。嘿嘿，妻主真可爱。元景，你这笑容真碍眼。他们3个心思深沉，他什么都不做还好，一旦做些事情，他们都给猜得透透的。妻主，你怎么不捏主君和大哥的脸呢？你觉得呢？阿瑶，你再捏，二策军的脸就被你捏红了。哼！妻主，还有一件事情，今日在宴会上，那巡知府的2公子看妻主的眼神。巡知府的2公子是哪个？今日整个宴会上20多个公子是有长得出挑的，但是他可是能避就避开的。他穿越过来，唯一学会的技能就是免疫各种美男。大哥说的是杨府城排名第1的才子巡儿公子，是那位啊？他来了，我都没有见过呢。杨千寻也很好奇，他今日是觉得有几位公子都不错，气度各方面无可挑剔。巡儿公子他在凤都也听说过。巡家，那不是工部尚书巡家？对了，巡知府是巡家2房的嫡子，一直在外为官。大司军，巡知府是凤都巡家2房的嫡子是吗？大房家主如今是工部尚书，可对？主君说的没错，那位让妻主题字的公子就是巡2公子。
我看着荀二公子看七主的眼神，怕是不简单呢。是他？我当时还觉得此人气度和其他不同，没想到他就是荀二公子。七主有印象吗？我感觉这荀二公子不错呢。听说这荀二公子是个潇洒随性人，不困于情，不乱于心，不为权，不为名，不为利，只为做最好的自己。没想到他今日会参加这宴会啊！荀知府这2年可没有给他相看七主，他也一个也没有看上。这段话还是他自己说出来的。阿瑶可以考虑考虑，如此洒脱的人，他要是真心喜欢你，怕会像飞蛾扑火一般，把你放在心尖上的。七主，你也可以考虑一下的嘛。我听说这荀二公子的轻功可是一绝呢，说他可以在湖面上啊，嗖的如履平地的飞呢。苏月瑶看着他们一言难尽。你们就这么想要让我娶她？阿瑶，那倒不是，只是如果在凤都那么多世家里选你娶的3位，我觉得荀二公子很适合。他也是凤都世家荀家人。荀家大房和二房虽然有些矛盾，但是荀老夫子当年也是很偏爱荀知府的。荀老夫子当年可是有名的大儒，门生也是遍布朝廷，但是荀老夫子为人正直，要求子孙不得站队，做好分内工作，拉帮结派，发现直接逐族。中立的世家是最适合阿瑶的。如今荀二公子又素有才子名声，如果他能够通过文人馆大比，荀老夫子怕是会举荐他入朝为官的。大房虽说已经做到工部尚书的位置，但是下面的子孙不行，而且大房一直没有生出女子来。荀知府的女儿今年已8、9岁了吧？我说你们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呢？苏月瑶无奈，他们能不清楚吗？今晚可是要入凤都了，七主20岁前可是要再娶3夫的。后院既然要添人，他们可不是要好好选吗？要选出七主喜欢也喜欢七主的，还要死心塌地对七主的，人品长相都要考虑，世家最好是中立的，或者是忠于陛下的。你们2个打什么哑谜呢？阿瑶，我们2个在分析荀二公子和你在一起的可能性。他们要选出适合的男子，怕是要费上一番功夫，这可是难得直接遇到的人选呢。以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这荀二公子的轻功了得，如果遇到问题，他最起码能第一时间抱着七主逃跑，不是？有才学，长得也俊美，家世背景也不错，关键时刻还能保命，多好的人选呢！我今日都没有特意去关注他们，我也没有这个打算。离我20岁不是还有2年多吗？着急什么？七主，既然早晚要有，我们提前给你把合适的挑一挑，之后我们再制造机会让你们相处，满意直接上门，免得有些心思不正的人惦记你后院的位置。是啊，七主，大哥说的对，我觉得荀二公子特别好，他要是进门了就是3策军，我可是地位比他高呢，想来让他教我武功的话，应该也是可以的吧。他算是知道了，这有了陆远义和陆远景，是又多了2个人提醒他选夫了。要是娶够了6个，1个星期他每个睡完只有1天休息啊，这日子他的腰能好吗？苏月瑶直接躺到马车上睡着了。等到他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发现天已经快要黑了。这是到哪儿了？经过前面的石林路，再走半个多小时就到了凤都东城门了。那为何马车不动了？怕是前面有些问题，福清内官已经派人处理了。我们下马车去。还要怎么了吗？我不知道，就是觉得不对劲。我们先下马车，如果一会儿有事儿，马车受惊，我们就被动了。好，我们下去。苏女君，有事情吗？前面有落石挡着路了，福兴内官已经安排人去清理了。咱们护卫都去帮忙了吗？福兴内官留下几个人来护着苏女君，我知。小心！此时一支利箭向着苏月瑶前面的护卫而来，众人立马护着苏月瑶躲到马车旁，留下的护卫没有反应过来的都被利箭射倒在地。陆远义和杨千寻躲开了利箭，捡起地上的刀剑，背靠背把射过来的箭都给打掉。苏月瑶第一次见这么直观的刺杀现场，这比看电视还刺激，旁边不停地有护卫倒下。春日他们几人都紧紧地围在苏月瑶身边，
但是慢慢的，众人发现，更多的箭都是往杨千寻和陆远义那边射的。刚开始他们还能抵挡住，慢慢的就有些力不从心了。但是他们两人依然没有往苏月瑶躲的马车后面移动。他们此时都知道不能把危险带给苏月瑶。春日，你们几个去护住主君和侧君，快去！女君，奴们要保护好你。我以女君的身份命令你们，快去！旗主，不要让春日过来，我和侧君可以的。春水、春木、春雨、林清、林石、林夏，听从命令去主君和侧君那儿。之后两人明显好了很多。苏月瑶还没有松一口气，一群黑衣人直接从天而降，对着他们直接大打出手。陆远景站在苏月瑶身前，紧紧地盯着黑衣人。杨千寻、陆远义此时也在紧紧地和黑衣人对打，但是苏月瑶这边的黑衣人明显少很多。苏月瑶对此有一个想法，这些刺客是冲着杨千寻来的。春日，你们都去帮主君他们，我这边就留2个人，快去！女君，旗主，听从命令。马突然受惊一般，抬起脚直接往前冲了。陆远景在马叫起来的一瞬间，就抱着苏月瑶躲到旁边的树下。2匹马连带着马车一瞬间就跑走了。苏月瑶看到前面有2块大石头堵着福星和一些护卫，剩下的护卫几乎全都躺在了地上。春雨、春木他们护着杨千寻和陆远义，但明显看着他们体力在消耗，而黑衣人的人数占上风。再这样下去，杨千寻他们真的就危险了。苏月瑶此时顾不得害怕，直接大声喊道：什么人敢如此大胆，想杀陛下钦点要入文人馆的画师？我可是女子，你们杀我是要被除族的。黑衣人听到后并没有停顿，杀招不停，像是杀红了眼。旗主别看，会没事的。袁景，他们没有要杀我的意思，他们要杀的是你们，你去帮你大哥和主君他们。不行，旗主，我得护着你。如果你出事，我们都活不了，甚至我们背后的家族都要受到牵连。陆远景此时一点嬉皮笑脸都没有，眼神格外的坚定。那我们往主君那边走，主君他们快要撑不住了。苏月瑶看着杨千寻跪地的样子，眼泪直接流了下来。旗主，不可以，我得护着你。陆远景拿起剑，又把来的黑衣人斩杀。芊芊他们会出事的，春日、春霜去帮主君，快去！女君，听命令，快去啊！春日、春霜这边过去，直接把杨千寻两边的黑衣人给杀了。你们2人过来干什么？护着女君去！女君的命令我们不能不从。此时黑衣人少了一些，但是他们这边的人手几乎都受了伤，连陆远景的胳膊都受了伤。苏月瑶看着此时的战况，有一丝绝望。都给我停手！你们背后之人对我可是没有下了杀令的吧？要是我死了，我相信陛下会严惩你们的主子尾巴，怕是不保吧？苏月瑶说完，直接把剑架到自己的脖子上。黑衣人看到苏月瑶的动作一顿，他们的主子确实是只让杀了杨千寻，其他男子抵抗都杀了，但是苏月瑶一个女子杀了，怕是会让陛下震怒。他们的人也都知道，所以围攻他的人很少。你们再动手，我就死在这里！苏月瑶的剑给进了一步，脖子自己被压出来一条血丝。旗主，阿瑶，旗主。杨千寻和陆远义对视一眼，看着眼前不动的黑衣人，咬牙直接把离他们最近的黑衣人杀了。七主再给他们制造条件，他们要利用起来。众人反应过来，不要命的直接把刚缠着他们的黑衣人一一斩杀。当黑衣人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再要动手，一袭青衣男子如影子般把在场的黑衣人全部刺伤在地。留下火烤。青衣男子一顿，直接把离得最近的2、3个黑衣男子下巴卸了，速度之快，干净利落。一瞬间的变化，众人都没有反应过来。青衣男子已经飞身到苏月瑶的身边。苏女君没事了，把剑放下吧，会伤着你的。此人就是玄二公子玄浩轩。他今日和荀知府商量好后，就迫不及待的想要去往凤都，想要离苏月瑶近一些。他本来打算过了石林路直接速到驿站，明日进凤都的，谁知道刚到石林路口就发现这边有打斗声，
他担心直接飞身过来了，好在赶上了。早知道苏月瑶会有危险，他就再快一些了。刚看到他为了救他的主君和侧君拿着刀的样子，让他的心都停了。如此有气魄、不畏生死地护着他的郎君，他想嫁的人当真是值得。苏月瑶反应过来，立马把剑丢了，想要快步跑过去看杨千寻他们，只是脚下一软，直接扑到荀浩轩的怀里。女君，妻主受伤了吗？是腿吗？苏月瑶刚刚站直，看着弯腰看自己腿的陆远景，他的脸此时火辣辣的。我没事，我只是腿软了。苏月瑶话音刚落，就听见荀浩轩发出低低的笑声。什么？腿软了？妻主，我来抱你。你的胳膊受伤了，别抱我，我没事的，我缓缓就好。芊芊、远意，你们还好吗？杨千寻和陆远义两人狼狈的背靠背坐在地上，看着救人的荀浩轩，他们算是彻底松了一口气。我们没事，主君和我都是皮外伤。荀一，你们去帮忙给苏主君他们包扎伤口。荀二，去前面看看福星内关如何了。荀浩轩看出苏月瑶的动作，吩咐他的下人道：是，公子。他抬头看向救他们的青衣男子，好熟悉啊，好像今日才刚刚见过。他是谁来着？多谢这位公子相救。哈，苏女君忘记我是谁了？你好像也没有自我介绍吧？原来是在下的不是？在下荀知府的二公子荀浩轩。苏月瑶听见这名字，眼中带着不可思议。他们在马车上讨论要他娶的人，直接从天而降的救了他们，这轻功的速度确实很强啊。苏女君可出事了。福星内官急忙地赶了过来。福星内官，已经没有事情了，是这位荀二公子救了我。奴多谢荀二公子出手。福星内官客气了，那边几位是刺客，我已经卸了他们的下马。福星内官可以好好查查，到底是谁来刺杀苏女君的。多谢，奴先退下了。奴已经派人回凤都调人了，也派人去寻马车了。苏女君先稍等一会儿。福星说完，就带着护卫去到黑衣刺客旁边。苏女君先去那边休息一会儿吧，你脖子上的伤要上一下药。多谢好意，我想去看看我主君他们。他有些确定陆远义所说的了，这荀二公子看他的眼神确实不同。这么黑的夜晚，他只能隐约看见杨千寻他们的身影，这荀二公子能直接看出他脖子上的伤，真厉害啊！这里学武的眼睛还自带夜视能力呢。那我陪你一起去吧。苏月瑶往杨千寻的方向去，只是想象很好，现实却很残酷。苏月瑶几乎是走几步一滑，地上不只是有刚射的箭，还有人，特别是黑衣人，几乎和地上融到一起，苏月瑶压根看不清楚。荀浩轩总是在苏月瑶快要滑倒的时候拉他一把，最后苏月瑶叹了一口气，有些无奈。他第一次感觉穿越过来这么弱，弱到只能靠其他人护着。女子在这里如此娇贵，哪有不要命赶来刺杀的？但是偏偏他遇到了。苏女君得罪了。荀浩轩像是感觉出来苏月瑶的沮丧，伸手搂住她的腰，一个闪身就带着苏月瑶到了杨千寻的身边。苏月瑶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，这就是强者吗？芊芊，你们伤到哪里了？苏月瑶看着坐在地上的两人，荀家的下人一人拿着火把照着，一人在给杨千寻包扎腿部的伤口，一人在给陆远义包扎肩膀的伤口。能看出来两人衣衫凌乱，衣服上的暗红色血迹。还要怎么不去休息？我和侧君都是皮外伤，看着严重了些。别动，让他们包扎好，我不看一眼怎么能放心呢？苏月瑶蹲了下来，从袖子里拿出一张帕子，轻轻地给杨千寻把脸上的血迹擦干净。此时周围的人都瞪大眼睛看着苏月瑶的动作，他们都没有想到一个女子能在面对刺杀后还如此关心自己的郎君。旁边的陆远义眼神中带着一丝羡慕，妻主心里还是主君最重要，
他心里是好酸呢。玄儿公子看着苏月瑶如此，心里也有些不自在。他从来都没有见过他母亲给他父亲擦过一次汗，但一想想，他将来要是嫁于苏女君了，是不是也有这待遇？阿瑶，我们是的，你放心。好。苏月瑶又看向陆远义，发现他眼神正看着他给杨千寻擦脸的帕子，立马明白了过来。看到正在包扎的他的肩膀一道皮肉外翻的伤口，下人正在上药。远义疼吗？有些疼。陆远义脸色有些苍白，刚刚这一下还是替杨千寻挡的，此时看到苏月瑶心疼的神色，感觉好值啊。你忍着一点，一会儿就好了。陆远义看到苏月瑶紧握他的手很温暖，能得到他如此担忧，他已经知足了。不一会儿，2辆马车被护卫赶了回来，好在刚刚马受惊，拉着马车并没有跑远。七主，马车里有我专门配的药丸。我去拿。苏月瑶找到了一个药箱，拿了出来。陆远义把每瓶药丸的功效给一旁的护卫说了，让他分给受伤的众人，他自己也拿出来其中的药丸递给杨千寻。主君，这是止疼的和促进伤口愈合的。多谢策军相救和赠药。主君不必客气，一家人应该的。2人相视而笑，这可是他们第2次一起御敌了。陆远景包扎好跑了过来。七主，大哥，主君，你们3个都还好吗？我们都好，这次远景不错，没让七主受伤。阿瑶以后不准拿着剑做这么危险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是啊，七主，你刚刚真的吓死远景了。七主，主君说的对，我们即使都出事了，你也不能拿自己的命开玩笑。远义，你说的是什么话？你们都是我的郎君，你们要是出事了，我以后如何活？不准再说这样的话了。我们是一家人，要同生共死的，怎可在你们生死关头我什么都不做吗？苏月瑶生气了。七主。阿瑶。众人听到苏月瑶的话都浑身一震，同生共死的吗？会有女子愿意吗？在他们心中，不是觉得男子没了再娶就是了。他站在苏月瑶身后的荀浩轩听到这话也都愣神了。今日之事我不会这么算了，我以后也不会再懒散，我会努力让任何人都不能再伤害我们。他之前只想在这陌生的世界里平平安安简简单单的苟活到老，不想做什么特立独行的事情，但是他发现如果有人真的要对付他们，他们真的是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。那种绝望他不想再体验。阿瑶不必如此，此次的事情怕是针对我的，让阿瑶和策军们受累了。芊芊也感觉出来了，这次的杀手对我几乎下的都是杀招。阿瑶说的很对，他们并没有杀你的意思，毕竟阿瑶奉旨参加文人馆的评比，如果阿瑶要是出了事情，陛下怕是会彻底震怒的。还有这些人都是死士，凤都固定的几个家族都可以有，但那些家族我们并不认识，也没有冲突，所以只能说明今日来的都是有人私自豢养的。本朝律法严明，私自豢养死士可是一同造反之罪。不知道留下那些活人中，福星内官会不会查出来背后之人？记住，先不说这些了，你先上马车吧。芊芊，你和远义先上去休息，你们身上有伤，这些事情还不急。杨千寻和陆远义并不想上去，他们想和苏月瑶多待一会儿。那个荀二公子的眼睛就差粘到七主身上了，他们是想七主娶她，但是如今七主还没有点头呢，他们看着着实碍眼。都听话，远景扶着他们上马车去。好的，七主。3人刚上了马车，就听见一阵马蹄声，福星内官立马上前亮出自家的腰牌。为首的一名穿着禁军服饰的男子点头示意后，下了马走到苏月瑶面前。在下禁军副统领崔义阳见过苏女君，陛下一得知苏女君遇刺之事，很是震怒，派在下护送您进城，不知苏女君可有伤着？我受到了一些惊吓，特别是我的郎君们为救我，个个受伤，差点就活不下来。如果不是幸得荀二公子的相救，我怕已经是遭遇不测了。苏月瑶直接2秒落泪，哭了起来。连马车里的陆远景立马想要掀开车帘，被陆远义和杨千寻拉住手，
示意别动。他们的气主怕是又要开始表演了，就是不知道玄二公子接得住不？早知道有这一出，他们就死活不上马车了。玄浩轩看着低头哭泣的苏月瑶，确实有一刻的不置信，但是他并没有出声。副统领，我只是小小的女子，如今只和3位郎君相依为命，本身也是陛下下旨我才来参加文人馆画师评比的。我们还没有进凤都，就有人觉得我碍眼了，想把我和我的3位郎君杀了呀。正好副统领来了，您回去告知陛下一声，苏月瑶命弱，怕是不合适进凤都。苏月瑶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之后想要顺势倒在地上。玄浩轩下意识地接住了他。崔副统领，今日苏女君可是刀架在了脖子上，都没有让那些刺客收手，要不是我来得及时，此刻怕是给他们收尸了。苏月瑶没想到这玄二公子如此配合，顿时更大声地哭了起来。苏女君，在下会如实禀告陛下的。陛下如今很是担心苏女君安危，不如我们先进城可好？崔义阳看着大哭的苏月瑶，有一丝不知所措。苏月瑶才不会如此轻易地进凤都，他就是想要借陛下如今的盛怒，把幕后黑手给揪出来。不揪出来，也得让他们担惊受怕，脱层皮。我不要去凤都，有人要杀我，不要！苏月瑶喊道，又看了眼荀二公子，直接晕了。荀浩轩看到苏月瑶的眼神，心里一跳，看着她晕倒在自己怀里，脑门有些直跳跳的疼。这时下面的戏要他自己唱，他怎么唱啊？苏女君，苏女君！马车里听到的3人，杨千寻和陆远义立马反应过来，看了陆远景一眼，直接掀开车门，砰的一下，3人互相搀扶着，一瘸一拐的走到苏月瑶的面前。七主啊，是我们不好，你醒醒，我们不去凤都了，不去了，我们一家人好好的。陆远景直接趴在苏月瑶身上哭道。苏月瑶被陆远景这么一趴，差点没被压醒来，这孩子也太实诚了。崔义阳看着3人衣衫凌乱，脸色苍白，甚至是包扎的伤口都隐隐露出血来，顿时有些头大。副统领，我家七主如今受了惊吓，又喊着不去凤都，今晚可以让他入住驿站，等明日一早醒了之后再说。我们3个也都有伤在身，怕是也不好再赶路入城了。崔义阳刚说什么的时候，陆远景嗷一嗓子，把所有人吓了一抖。七主啊，七主！连抱着苏月瑶的荀浩轩都差点手抖，把人给扔出去。苏月瑶正听得专注呢，被陆远景这一嗓子吓得是够呛。在下护送你们去驿站吧。崔义阳没有办法，他也不能不顾女子意愿，强制带着人入凤都。事后要是苏月瑶说起来，他怕是也要说不清楚。他的郎君们也一个个的伤得不轻。崔义阳派了他身边的副手，直接回凤都给陛下说明情况。之后苏月瑶被荀浩轩抱上了马车，杨千寻他们也都上来了。好在马车宽敞，多了荀浩轩一人也不算拥挤。暗处的福星内官静静地看完苏月瑶的行为，没有多说一句话，只是把抓到的那些活口交给崔义阳的人手，跟着苏月瑶的马车去往驿站。内官，这苏女君明明就是装的，咱们为什么还要跟着她去驿站呢？你看出来她是装的？福星眼神有些犀利。没有，奴只是看到苏女君惊吓过度，昏了过去。我们这次回宫，怕是逃不了一顿罚。但是今日苏女君的行为倒是让我吃惊，她这是想趁着陛下盛怒，让幕后之人急呢，也好让陛下把黑手揪出来，揪不出来也得让幕后的人脱层皮不是？我们把这事儿给陛下办漂亮了，说不定就免了罚呢。你亲自回去，记得一定把今日的情况说得越惊险越好，特别是这苏女君被逼得差点自刎了，再说说她的夫君受了多重的伤，越惨越好，禀报给陛下。
之后让我们人也给苏女君添把火，把苏女君不畏生死救郎君的事情再传出去。凤都的那些未出嫁的公子要是知道入凤都的苏女君是如此性情，怕是为她说话的公子不少，又会有的闹了。奴知道了，奴这就去办。内官立马听吩咐的离开了。马车里，梁千寻看着崔阳在最前面领着路，周围护卫又离得远。还要起来吧？苏月瑶听到，立马坐起来，小声干笑道：“芊芊，你们配合的真好。”还要多谢玄儿公子，反应更快。荀浩轩一阵无语，没想到苏月瑶私下里会是如此，但是他好像更喜欢这样鲜活有成算的女子。只要聪明的人都知道，苏月瑶此举是何意。陛下亲自下令让他来的凤都，还没有到凤都就有人刺杀，陛下一定会盛怒，要彻查的。毕竟女子遇刺本身就是一件大事。苏月瑶有受惊，非要说凤都有人要杀她，她不敢去，那陛下不查出来点什么就说不过去了。七主，我要早知道你来这一下子，我和主君死活都不愿意上马车的。我不是担心你们的伤吗？关键是我并不知道陛下会派了这副统领来接我们，直接入凤都啊！我以为福星会安排入凤都的，我还打算想法拖住他呢。谁知道这副统领直接来了，那我不得直接表演呐！玄儿公子，此次真是多谢你了，还望你保密。等到了凤都，我们请你吃饭如何？哼，苏女君客气了，那我就等着苏女君请客了。再说，苏女君我可是救了你们的，这救命之恩怎么算呢？玄儿公子想要什么？君子不都是不暇恩以报的吗？那这救命之恩也当得起苏女君的报恩吧。我想要什么，我得好好想想。玄儿公子可以好好想想，太难了，怕我也不一定答应你。那苏女君不如让七主娶了你。陆远景看着荀浩轩，话一半一半地说，他直接接话道。顿时马车里只剩下呼吸声。那苏女君也觉得二策君说的对，默认了。我没这么想，玄儿公子别误会。哈哈，苏女君不如把今日画的那幅山水图送与我。当然可以，那幅画应该在后面马车里，一会儿就可以给玄儿公子。不是立马娶她就行，毕竟他又没有明确说要他娶她，他上赶着娶她也尴尬。不对，他发现他如今能心平气和地考虑娶夫的问题了，潜移默化的，好吧。他也承认玄儿公子的武功确实强悍，轻功嗖嗖的，遇到事情带着他逃跑也是一绝呀。不急，苏女君不是还要请我吃饭吗？等到了凤都，我会亲自上门拜访的，到时候苏女君再把画给我也不迟。好，没问题。阿瑶，你觉得这次遇刺到底是谁干的呢？和我们有过节，不想你入凤都的不是郑家就是杨家，但我感觉郑家的可能性会大一些，毕竟我要是出事，杨家也会受连累，郑家就不会了。但是我一直觉得郑女君那样的人应该是不会想到这样刺杀的手段。关键是上次他来义县找我们麻烦，事后郑家管家上门不是说他瞒着郑家出来的吗？再说陛下想来会因为我的事情彻查凤都那些可以带死士的家族，想来也能查出来一些事情。等到那些世家脱了层皮的时候，我们再想办法把人引导到郑家和杨家身上。那些世家的火气怕是针对那两家了，我们呀就看热闹吧。你们也趁着他们闹腾好好把伤养好，春日他们也都受了不少的伤，所以我们不着急进凤都。苏女君把遇刺的事情引到郑家和杨家身上，我可以帮你的。没想到玄儿公子在凤都还有人脉呢。家父这些年虽然一直待在杨府城，但我每年都会去巡抚陪伴祖父一段时间，所以父亲特意为了我准备了一些人手。玄儿公子如此帮我，想要什么？那就等我想好了，苏女君可否答应呢？玄儿公子到时候提的要求太难，我怕也是做不到呢。
放心，我的要求，苏女君怕是能做到的。杨千寻他们还是静静地听着他们两个说话，一种给他们制造机会相处一样。苏女君醒了吗？苏女君，驿站已经到了。苏月瑶听见声音，立马又再次晕了过去。他目前不想面对他们，表演有些累了。四人看着苏月瑶的动作，嘴角微微抽动。这崔一阳可是禁军副统领，能看不出来他是装的吗？崔副统领，我家妻主还没有醒，我们这就下车。此时皇宫御书房，陛下，此事的全过程就是这样。内官正在禀告，女皇手里此时正拿着崔浩轩派人送回来的信，内容几乎是一样的。苏女君已经住进驿站，受惊晕倒了，她的3个郎君个个受伤严重，怕得不要入城了。是的，陛下，奴在现场可是亲眼看到了，苏女君为了救郎君差点自刎呢。而且留下活口的黑衣人，奴和福心内官已经审过了，证明是死士。什么？死士？真是大胆呐！敢如此，真是无法无天了。苏月瑶可是朕发的旨意让人来的凤都，这是打朕的脸呢。来人，传崔松过来。整个御书房充满了女皇暴怒的低气压。臣禁军统领崔松叩见陛下。传朕旨意，今日有人派死士暗杀义县画师苏月瑶，公然藐视王法，置女子性命于不顾。崔松派禁军给我挨家挨户的搜索贼人，如有反抗者，以叛国罪论处。崔松立马领旨去调兵了。今晚怕是整个凤都的世家都睡不安稳了。崔家世代掌握禁军，他们一直只听命于陛下，历代陛下传位前都会把统领禁军的护符传给下任女皇，所以凤都崔家是真正的保皇党。福安，我就说这苏月瑶是个人才，她还没有进城呢，就送给朕这么大的礼。明日啊，朝堂怕是很热闹了，就是不知道崔松能搜出来多少东西了。要是知道苏月瑶能闹这一出，我就派崔松去接她入城了，让崔义阳那小子搜查世家了。崔松为人正直，有时候不懂得变通，怕是难找到一些隐蔽的暗示之类的。他这大儿子崔义阳就不一样，小小年纪可是一把好手。陛下，要是崔统领去，怕是真的如实回答了。陛下怕是不能明白苏女君想要提醒的深意了，说不定还会说苏女君矫情，一点刺杀就要死要活的。你说的也对，你那个徒弟福星此次也不错，回禀的消息很快说到明面上了。还有今日下午收到杨府城的信息，这苏月瑶就用了一幅画，就把杨府城的文人画师给笼络了，名声立马高了起来。杨府城知府上的折子刚也到朕手上了，看看把苏月瑶夸得如此好，朕都信了。杨府城的巡知府可是一贯不喜华丽辞藻的，这折子上的差点没有把苏月瑶夸成花，这要是没有人提点，朕都不信。福熙也是想要为陛下分忧，确实不错，但是他没有保护好苏女君，也要被罚。等他受罚回来，让他去君后宫照看皇女吧，顺便替朕好好照顾好琪儿。奴替福星谢过陛下。如今陛下只有一位皇女，由君后抚养，将来是最有力登上皇位了。福星跟着他，怕以后也有了好出路。救苏月瑶的是杨府城知府家的荀二公子。是的，陛下，刚刚副统领里的信不是说了，荀家二公子好像对苏女君有意思。荀家？荀知府可是荀家二房的嫡子。是的，陛下。那这苏月瑶和荀家结亲也好，荀老夫子可是大儒，门生遍布，虽然没有丞相门生多，但是荀老夫子的门生都是致力外派造福百姓的官员。荀二公子朕听说也素有才情，他要是通过今年文人馆的评比，怕是荀老夫子会为他谋个官职，朕得好好想想，把他放到哪儿合适。还有苏月瑶的主君杨家那个庶出的公子，才情也不错，
就是杨家如今也是个拎不清的，榆木和珍珠都分不清。算了，不说了，朕就等着崔松传来好消息吧。朕先去软榻上小憩一会儿，来人再叫醒朕。好的，陛下。崔松调集了2000禁军，开始挨家挨户的搜查，整个凤都一下子乱了起来。而此时的郑家女军躲在屋里瑟瑟发抖，她没有想到派了那么多人竟然会失败。七主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我没事，就是有些累了。他做这些事情还是前日碰到了杨家嫡女杨佳琪，他明里暗里的讽刺于他，说等他的庶弟杨千寻回到凤都，他可是要公开写道歉信的，到时候他可成为凤都女子的笑柄。杨佳琪还说，要是他呀，就想法弄死这杨千寻，一了百了。之后他就动了这心思，他身边一直有一对的死士，是父亲在他及笄的时候亲自送给他的。他想要杨千寻死，想要苏月瑶脱层皮，但是今晚竟然没有一个人回来报信，是不是失败了？突然外面街道传来沸腾腾的声音，郑女军更如惊弓之鸟，坐立不安。七主，我去看看外面发生了何事。好，你赶紧去看看。父亲，母亲。郑主君立马行礼。不用多礼了，这云儿可是睡了？七主今日有些心绪不宁，还没有休息。父亲，母亲，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吗？今日傍晚，义县来的苏月瑶本来要入凤都的，没想到在路过石林路时遇刺了，说是受到惊吓，他的3位郎君更是身受重伤。苏女君死活喊着有人要杀他，人如今入住驿站了。陛下震怒，要查到底是谁动的手。什么？义县苏月瑶？身子一晃，是不是云儿干了什么？这，父亲母亲，我真的不清楚啊。今日七主一直不让我们近身伺候，刚刚七主在房里明显状态不对呀。走，去找这个逆女，要是真是她干的，凤都的天就要让她给捅破了。今日苏月瑶遇刺，是不是你派的人？母亲，我没有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郑母看着眼神飘忽不定的郑若云，心口一跳。陛下听闻苏月瑶遇刺，震怒，已经派了禁军统领崔松搜查整个凤都，势必要查出来是谁派的人刺杀郑若云。如果此事是你做的，你将是害死整个郑家的凶手。今日陛下出示有名的搜查各个世家，会查出来多少东西，你知道吗？那些世家事后知道是你做的，郑家就是他们的泄愤口。七主啊，先别生气，说不定不是那云儿做的，和苏月瑶不对付的不是还有杨家吗？父亲，是杨佳琪，是他各种诱导我，我才动的手。我不想给一个庶子写道歉信，我不想沦为凤都女子的笑柄，我不想的，不想的。你个逆女！郑母听到后，直接一巴掌就打了上去。七主，母亲。云儿，你派的刺杀之人是你的护卫吗？不是，上次女儿的护卫几乎都折在义县了，我动的是父亲给我的死士。哎，云儿，为父不是告诉你了，那些人手是将来你遇到危险才能动用的。京都啊，除了国公府、侯爵府，还有一品官员的府上，他们能有不超过50位的死士之外啊，其他世家官员不得秘密豢养死士，不然就是造反之罪，这是法规。你竟然敢动用为父秘密给你培养的死士去刺杀那苏月瑶，你真是要整个郑家陪你一起死啊！哎呀，你身为女子不会死啊，可是你有想过你的父亲、你的主君和侧君们吗？郑父绝望地看着郑若云。母亲、父亲，你们救救我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不想成为笑柄才会如此。父亲、母亲，我错了，我真是受杨佳琪的挑唆啊！来人，将女君禁足房中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郑母说完，直接绝望地离开了。主君，你快去求母亲和父亲救我啊！郑主君脸色也是苍白，
他都不知道妻主瞒着他干这么大的事情，他可有想过他出事了他会如何？妻主当真是不管他们这些郎君的死活呀。郑父追上了郑母。妻主这是想放弃云儿了？主君，那些死士如果全部死了还好，如留有活口，事情捅到陛下跟前的时候，所有世家怕是都会针对郑家。郑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郑家，我不能让整个郑家给他陪葬。我们再等等，等传回来一些消息再说。这云儿可是郑家唯一的女子啊。主君，如果今日我们不主动向陛下坦白，明日再说，我们全族都要搭上了。如今我主动向陛下认罪，陛下会念及我是女子，最多降了我的职位，云儿受些罪，过几年郑家还能缓过来。妻主，当真只能如此了吗？这是如今最好的办法。今日看这么大的动静，搜查的是崔松，那去接苏月瑶进凤都的肯定是崔义阳，只要给他留一个活口，再难的嘴都会被撬开。妻主，我明白了，你进宫去吧。郑父知道没有办法了，绝望的不再阻拦。郑尚书进了御书房，直接跪了下来。陛下，臣有罪，是臣没有教导好自己的女儿，苏女君遇刺是她做的。郑尚书可知私自豢养死士，可是有造反之罪。陛下，臣绝对没有不臣之心，这些死士都是暗中保护臣女儿的，绝没有用到其他地方。臣的女儿以前爱慕杨家的庶子，本想求娶她，但是造化弄人，没想到杨家庶子嫁给了义县的苏女君，她一时难以接受，才会糊涂的。臣愿意以官职之位，求陛下饶了臣的女儿吧。郑尚书可知，这苏女君是朕下旨才来凤都参加文人馆评比的。你们郑家好得很啊，这是人还没有到凤都，直接巴掌打朕脸上了。今日苏月瑶受惊，哭着喊着不要入凤都，说有人要杀她。朕下令搜查，因为你们郑家，明日朕怕是要被那些世家上的折子给埋了吧。陛下，臣教女无方，理应受罚，但是杨家嫡女自己引导我儿，这才导致她做了如此的事情，杨家嫡女也应受到惩处。哼，郑尚书这是要攀要杨首富了。苏月瑶要是出事儿，杨家可是也要受到连累的。这杨家嫡女如何会挑拨你女儿？陛下，臣的女儿亲口所说的，望陛下明察呀。来人，郑尚书之女参与谋害画师，即刻起禁军包围整个政府，等候发落。落。之后，郑尚书被禁军押解回去，这还是所幸她是女子，不然怕是直接打入牢狱。等到各个世家得到消息的时候，对这郑家恨得牙痒痒的。禁军经过一夜的搜查，确实查出来不少的东西。君后的母族李丞相府发现贪污受贿的银两20万两，镇国将军府谢氏上发现私造的兵器10大箱，首府大臣府上找出贪污受贿银两10万两，萧国公府找出贪污受贿银两15万两，等等。早朝上，女皇看着下面跪着的乙种世家，顿时心里舒服极了。平常一个一个翘着尾巴的，今日都知道低头了。这苏月瑶就是个人才，朕以后必重用她。简直是不要太爽。陛下，老臣愧对陛下，家中小辈竟然背着老臣贪污如此多的银子，还请陛下严惩。臣愿意将贪污数量的2倍上交国库。李丞相昨日搜出来的可是带着账本的，这位李大人官职才是一个6品参知吧？陛下，是臣鬼迷心窍，背着丞相大人私自贪污，丞相大人并不知情。女皇看着认罪的李参知，就知道问不出来什么了。之后是郑国公府谢将军立马请罪，说是兵器是最新造好，要送往边关将士的。哼，谢将军当真是忠君爱国的，只是这10大箱兵器怕是不够的吧？陛下，这是臣先做出来的第1批，还有2批呢，
正在做，正在做。那等李将军做好后，直接送往边关吧。之后的被查出贪污的，或多或少都是推出了家中小辈，定罪上交2倍罚款的。有些小官不受威胁，女皇直接罢免了官职，抄家逐出凤都。退朝后的女皇整个人都带着笑意。这次呀，国库怕是要充实不少，连边关的武器也能解决一小部分。今日看这些世家的憋屈破财神情，真是太爽了。陛下，此次世家大族们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影响，恭喜陛下了。还有，陛下，刚刚外面传信，这次查出来的世家们几乎火力都对着郑家和杨家，特别是文人馆，得到消息后直接有上书的，折子都刚上来。那朕可要看看那些文人都说了什么。这些折子都是让严惩郑家和杨家的，还有这次查出来的贪污事件，那些中立的官员都个个上书让严惩李丞相，不能只以罚金为主，让崔松今日巡逻不用太紧，那些文人聚集沟通交流的，再安排人去添把火。好的，陛下，奴明白，奴会安排好好的。苏月瑶洗漱好，刚穿好衣衫，就听到有人敲门。进。七主，你醒了？远景胳膊上的伤如何了？我没事儿，再养2天就好了。芊芊和远意怎么也起身了？快坐下。七主，我们都听到你醒了，想来过来看看。我又没有受伤，你们伤得重，好好养几天。啊，我们知道的。记住先用膳吧。崔副统领收到了陛下的传信，会告知这次刺杀的幕后黑手。这么快的呀？一晚上就有消息了？苏女君怕是不知道自己的威力，昨晚整个凤都各大世家都没有一个睡着的。荀浩轩出现在门口说道，只能说陛下的行动真快呀。我去大厅用膳，让崔副统领直接说就好。我现在真的好想知道谁这么傻动的手。好的，苏女君。等苏月瑶到了前厅，膳食已经摆在桌子上了。之后他发现他的郎君们都受了伤，他决定自己动手的时候，苏女君的郎君和仆从们都受了伤，我来给苏女君布菜吧。苏月瑶看着动作迅速的荀浩轩有些无奈，又发现他的郎君们好像默认了这样的行为，他们是真的认可了这荀二公子，真是公然给自己头上找点绿啊。苏月瑶想要拒绝的时候，崔义阳出现了。只见身着一身坚硬的铠甲，手握长剑，一派霸气十足的模样。他的身姿挺拔，一股强大的威严从他身上散发出来。昨晚天太黑，他没有仔细去看，今日一看，这十足的压力让他都有些想要避开，这人不好惹。苏女君醒了？醒了。崔副统领是要告诉我刺杀的幕后指使之人。崔义阳看着眼前的少女，明明眼神中带着一丝的抗拒，还是敢直视自己，有点意思。整个凤都的世家女子还没有人敢如此直视她。在下昨晚已经从那些活口中审出来背后之人，陛下今早也传了信过来，证实是郑尚书之女郑若云下的令，想要苏女君的主君杨公子死。原因是不想公开给我主君道歉。这苏女君当真是聪慧，还没有入凤都就让陛下心心念念的，确实不简单。是有这个原因，但是郑尚书言语凿凿，说是杨家嫡女杨佳琪挑唆的。我就觉得这郑女君不会有这脑子搞出来刺杀的事情。芊芊，你这嫡姐确实有些让人出乎意料啊。此次让阿瑶你们受累了。受累倒是没有，就是受了惊吓倒是真的。郑尚书这么一说，怕是凤都那些世家的怒火也空气杨家了吧？我们等着看他笑话。主君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没有受累之说的，只能说你那个嫡姐确实恶心。如果她自己派人来杀我们，我还敬她一下，没想到竟然挑唆别人。远景，不得胡说。远意别这么凶，远景其实说的也不错，不敢硬刚借他人之手，这样的人确实让人恶心难受。芊芊，你这嫡姐都如此，以后
这杨家我们还是别拜访了好，免得有去无回呢。让崔副统领看笑话了，陛下有说如何处置他们吗？陛下已经让杨首府闭门反思了。此次杨首府被查出来贪污受贿10万两，杨首府会交上2倍的罚银，后续陛下应该还会有处罚。郑尚书全家已经被禁军包围起来，陛下还没有下旨。我知道了，崔副统领，之前郑家答应我的，我的主君名声都是之前他们找人诬陷的。此次我只要到了凤都，郑女君会张贴道歉信，这件事情崔副统领可以给政府送个信，请他们遵守约定。在下会安排的。多谢。陛下想问苏女君什么时候休养好入凤都呢？过几天吧，我的郎君们身子还受着伤，等他们好些了再入凤都。想来陛下这几日要处理事情，也没有时间让我入宫谢恩的。好的，在下知道了，就不打扰苏女君用膳休息了。七主能感受到崔副统领的压迫？是呢，不愧是将军，我都能感受到他身上的杀气。这副统领是不是之前上过战场啊？崔女君，那倒是没有。崔家历代隶属于女皇，禁军其实更像是陛下的亲卫。崔家历代的嫡长子都是下任禁军统领，他们可是自小训练的。崔副统领在凤都是行训的一把好手，听说整个凤都的女子见到他都会被吓得瑟瑟发抖。因为崔家的特殊性，崔副统领即使嫁人了，将来他和妻主所生的孩子也必须姓崔，所以更多的女子是不愿意的。还有真的很奇怪，崔家之前都是娶的女子，但是一直以来都没有生下女子过。可以说崔家在凤都就是典型生不出女子的，所以这更没有人愿意娶这崔家公子了。玄儿公子，我发现你还挺八卦的呢。八卦是什么意思？八卦就是应该是你对其他人很好奇的意思吧。这不是我八卦，是整个凤都都知道的。我还知道崔副统领今年已经21岁了，再不成婚就要充军了，所以陛下今年一定会给他赐婚的。崔副统领还很抗拒，再具体的就不知道了。苏月瑶看了一眼荀浩轩，这还不八卦，连人家年龄什么的都打听清楚了。但是一想想，那么有压迫感的人要是成婚了，在后院里如何伺候女子呢？想到这里的苏月瑶直接打了一个寒颤，怕是吃饭会消化不良，睡觉会被压死吧。苏月瑶立马摇头，把这想法给甩出去。阿瑶是冷了吗？没事，我不冷。阿瑶，如今我们知道是郑家和杨家搞的鬼，这次又闹了这么大，我们以后要多注意一些。郑家已经废了，陛下怕是会严惩郑家。杨家嘛，这2天怕是会有人过来专门给我们道歉，想来派的人会是嘉洛姐姐了。还要这么想也没有错，如今陛下示弱，这次查出来的贪污受贿的家族，最多是出些罚款降级了似的。杨家肯定会从这挑唆的事情上摘出来，怕是会让我嫡姐和我姐姐一起过来，破了我们之间有矛盾的传言。那就让他们来就好了。你嫡姐心高气傲的，怕是不想来。她现在在杨家，怕是也不好过吧。我父亲怕是绑也会让人把他绑来的。芊芊，你父亲给你留的那一份嫁妆，考虑要回来吗？阿瑶想趁这个机会。是啊，此时杨家怕是想要世人觉得你嫡姐对你很好，杨家没有对我们下手的意思，这样郑女君的挑唆就不成立，杨家也能不被那些世家给攻击了。七主你好棒，这都能想起来。不是我能想起来，是如今的局势告诉我们，这是最能达成所愿的。阿瑶，我想要回属于我那一份嫁妆。那就没有问题了，我帮你拿回属于你的东西。苏女君如此宠爱郎君，我看的都有些酸了。荀浩轩看到苏月瑶眼神中的疑惑，心里一噎，他确实还没有什么资格说这话。杨家来人确实没有让苏月瑶等太久。苏月瑶午睡醒来的时候，就听到杨家嫡女杨佳琪和庶女杨佳洛一起过来了。苏月瑶到了大厅。月瑶，你可有事情？我昨晚得到消息，担心了一晚，今早杨府父亲又不让出门，这才来晚了。
你没事太好了。没事，姐姐，芊芊也好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哼，当真是没有规矩。我这个嫡姐还在这儿呢，苏女君不知道见礼吗？姚女君是来干什么的？我和嘉洛姐姐说话，那是因为她是我主君的亲姐姐；我和她说话，那是因为她担得起，从来没有人敢在她的面前摆脸色。但是在这苏月瑶身上，她受到了深深的侮辱。一向疼爱自己的父亲亲自罚了他，甚至让他过来和苏月瑶他们打好关系，要关心他那位庶弟，不然以后就收回嫡女的待遇。连他的母亲也都劝他。他确实是挑唆了郑若云那个蠢货去义县找杨千寻的麻烦，这次刺杀也是他故意引导的。但是他当时说的时候，也只有他和郑若云两人，没有证人。郑若云那样的名声，证词怕也是没有人信的。但他的父母还是逼着他过来，他都要气死了。苏女君，我没有挑唆郑女君行刺于你，是她自己蠢，和我没有关系。哦，杨女君就是来和我说这个的。你直接去找郑家，让他们收回污蔑你的话呗，和我说这些又有什么用？苏月瑶，你知道我来是什么意思？别装傻，我都亲自来了，别给脸不要脸的。杨女君，你是谁？话说的好生没有道理。我是朝廷的画师，是受到礼遇的。你既然说我不要脸，我这就去回义县。苏月瑶顿时拿起帕子哭了起来。此时的苏月瑶心里顿时乐了，这杨佳琪应该是比郑若云脑子强点的吧，没想到突然降智了。杨府的管家听到自家嫡女君说出这样的话，脑门直抽抽。他不是答应大人好好的来给苏月瑶说和的吗？苏女君别生气，夫人很担心你和荀公子，这才让我们过来的。又听闻有人误会嫡女君和你们的关系。以前嫡女君和荀公子姐弟关系很好的，今日这个嫡女君只是被家主罚了，心情不好才会如此的。你这话说的这么好听，杨女君去义县请我们来凤都见首府大人的时候，也是句句看不上我。我知道杨家不喜欢千寻公子嫁给我，觉得我没有经过长辈的面求娶。但是义县县令身为千寻的姨母，嘉洛姐姐又亲自把千寻交付于我，我们拜了天地高堂，过了正经的婚书的。你杨家已经不要千寻了，她也嫁给我了，我也努力成为画师了，你们还句句的羞辱于我。杨家洛在一旁看得一愣一愣的，他还是第一次见这么说哭就哭的女子。月瑶真是爱惨了千寻。苏女君，杨家没有不喜荀公子，荀公子也是夫人怀胎生下的，只是当时荀公子的名声毁了，才不分青红皂白的想把千寻打发掉。郑家的女君已经承认是他故意陷害千寻，把他名声毁掉，想要强娶她。你们杨家可是千寻的至亲呢，这么不相信他，让嘉洛姐姐直接带着人去了义县，还说夫人怀胎生下千寻是心疼他的，那他父亲留给他的嫁妆呢？我们都成婚这么久了，你们也早就知道了，你们给了吗？都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好话都说了。苏女君，苏月瑶，你就是想要那个庶子的嫁妆，我告诉你没门儿，一个被赶出家门的庶子还想要杨家的东西，你们都是一路货色，和他那个早死的爹一样，下去。啪的一下，苏月瑶直接打了杨佳琪一巴掌。杨佳琪，你再侮辱一句千寻父亲试试。自古死者为大，千寻的父亲是你母亲的侧君，也是你的长辈。连门口的崔以阳都有一丝吃惊的看着，这才是苏月瑶的真正面目吧。苏月瑶，你敢打我，我要杀了你！杨佳琪正要上前动手的时候，崔以阳立马拦在前面说道：杨女君，陛下让在下奉旨保护苏女君，杨女君注意分寸。杨女君请回吧，我就一句话，杨千寻如今是我的主君，任何人都不能看轻他，侮辱他，不然我绝不罢休。崔副统领可看到了刚刚的闹剧，杨家嫡女对我们事事看不上眼，更甚至直接侮辱我主君的生身父亲。我有理由怀疑郑女君是他挑唆的，请崔副统领原话回禀陛下，也请陛下严查，不然
我苏月瑶怕是没有脸进凤都了。杨佳琪听到这里，整个人才反应过来，他搞砸了。他只是接受不了以前一直在他手里讨生活的庶子庶女能过得好，他才是杨家最受宠的人。苏女君您息怒息怒，二女君你说句话呀。千寻还受着伤，不能下床。你们杨家人从见我开始，可问他的情况。你们请回吧，佳洛姐姐今日就陪着我吧。杨佳琪和杨府管家直接被禁军赶了出来，嫡女君怕是有麻烦了。他没有完成家主的嘱托，他也是要完。苏女婿的表演真是让人叹为观止。玄二公子，看戏看得挺爽啊。哼，这杨家嫡女怕是要折在你手里了。他折不折的我不在意，倒是有被气的。这人呢，我以为杨佳琪是不好对付的角色，没想到今日自动降智了。月瑶，不是他降智了，是今日早朝父亲回来，直接当着众人的面打了他一巴掌。父亲把事情说开后，母亲又让他跪下认错，杨佳琪死活不认，母亲就让人压着他跪下，之后让他来给你打好关系。他那么骄傲的人，被下人压着下跪，又被最疼爱的父亲母亲当众打了巴掌，怎么能心里不怨恨？他怕是脑子里只剩下对你们的恨意了。月瑶，你刚刚在意激他，他不发脾气才怪。哼，天天高人一等的过着，稍微受点委屈就不行了，以后他有的受呢。姐姐，千寻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，就是身上有些外伤，是妻主说的严重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前一段时间我被父亲送去了书堂，书堂又不让和外界联系，没想到父亲母亲他们竟然派杨佳琪去义县找你们，是姐姐没用，护不好你们。姐姐如今一人在杨府也是艰难，我能照顾好自己的。再说了，有阿瑶在，任何人都不会让我受委屈的。是啊，月瑶，谢谢你。应该的，都是一家人。今日过后，短时间内杨佳琪不会再蹦的了。月瑶，你今日此举是想要回我们父亲给千寻留下的嫁妆？姐姐猜到了，是有这个打算的，只是被这杨佳琪一闹，不知道机会还大不大了。当年我父亲嫁给我母亲也是十里红妆的，一半是给了我母亲，剩下一半要给我和千寻的，我的那一小半至今也没有到手里。月瑶想要嫁妆，怕是不容易。不容易，我们就安排一些舆论，让杨首府给吐出来一些。如今杨首府怕是最想把杨家和千寻的矛盾解开吧。一旦杨女君挑唆罪名成立，世家大族的火发到杨家身上，怕也要脱层皮的。你父亲是不会让这事情发生的，我们就等着吧。佳洛姐姐，你今晚就不要回凤都去了，明日回去的时候就哭着回去。你母亲父亲要是说起来你什么，你就说千寻重伤，床都下不了。又听闻杨佳琪说的话，直接吐了血。我被千寻吓得又昏了过去，死活不去凤都。月瑶，我都好奇，你怎么说哭就哭呢？那是因为我有秘密武器，你闻闻。这是姜味，这么辣？这是升级版的姜味儿。这是我大策军昨晚临时配的，他是名大夫，本想着有备无患，没想到今日直接就用了，效果还是这么好。陆策军的医术确实好，不知这配方能否也给我一份？不给。月瑶，你真是太聪明了，我刚刚还在想你怎么说哭就哭呢，害得他以为他爱惨了他弟弟。佳洛姐姐，记住一句话，人都是同情弱者，有时候硬刚并没有大的效果，我们就反其道而行。还有，见到那些类似小白花的时候，就走他们的路，让他们无路可走。众人听到都一言难尽地看着苏月瑶。苏女君这是看了多少话本子啊？大概可能看了不少吧。现代他很少看这些书籍，但是他打工的地方可是天天放着宫斗剧、家庭伦理、斗小三的剧，还有各种各样的，因为这剧情，店里的生意都比之前更好了。佳洛姐姐，你和芊芊再说会儿话吧，我先去休息会儿，晚上的时候我们一起用膳，庆祝庆祝。姐姐可以放心了，我如今过得很好。我都看出来了，月瑶是把你放在心上的，
如今你们也来凤都了，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。姐姐，如今我们和杨佳琪因为这点事情怕是会势同水火了，以后你在杨府的日子怕是更艰难了一些。千寻，我的事情你就少操些心吧。我身为女子，除了母亲之外，父亲对我也不能做出出格的事情来。本次的事情本身也是杨佳琪的问题，等到今年文人馆评比过后，我会自请分家。姐姐也要参加这次文人馆评比了？当然了，我还是有把握通过的，没有通过我也是要分家的，关键是我有孕了。什么？姐姐，真的吗？是你姐夫的，这可是我的嫡子。本朝法规，如果女子生下孩子，可以选择分家的。姐姐，母亲要是知道你有孕，怕不是会轻易放你离开杨家的。如今女子稀少，怀孕的女子更是少。姐姐，我怕。别担心，千寻，如今杨家处在风口浪尖，月瑶在这个时候又提出来你的嫁妆问题，如果爆出来，我们父亲留给我的一份家底也一直没有到我手里呢。我明白姐姐的意思了，这次文人馆评比姐姐是100%能过的吧？姐姐的说法一直比我还要出众，但总不露在人前。姐姐入了文人馆，母亲和嫡父他们拦不住你分家的。是啊，千寻，姐姐一直知道母亲偏心杨佳琪，母亲当年娶我们父亲也是看重银钱。我出生后，母亲就逼迫父亲想要把我接到首府大人名下，奈何父亲死活不愿。当时母亲又没有完全掌握父亲带来的嫁妆，直到你的出生，母亲把父亲名下的产业全部换成他和首府大人的人后，又逼迫父亲把我继承嫡女，父亲还是不愿。之后我们的日子才会一天不如一天。我们父亲郁郁而终，说到底也是他们逼迫的。姐姐，这些事情你为何从来不告诉我？他一直都不知道这背后还有这样的事情。他一直以为母亲爱着父亲，父亲郁郁而终也是因为爱惨了母亲。谁知道这背后母亲是如此逼迫父亲的。我是姐姐，理应为你遮风挡雨。父亲不在了，你还有姐姐，我即使身为庶女，他们也不敢把我如何，最多是说两句不好听的话罢了。但是千寻，你是男子，名声于你而言关乎你嫁人的。你也已经知道当年是郑女君毁了你的名声，他们是和杨佳琪一起联手才会如此顺利让你被谢家退亲。如果你不是和月瑶成亲了，你怕是已经毁了。当年姐姐也是被逼没有办法才带你去的义县，好在你和月瑶如今如此好。姐姐下面的事情交给我和阿瑶，你如今有了身子，一定要小心呢。你放心吧，如今才1个多月，胎相很稳的，就是你姐夫不太好，天天在院子里吐得下不来床，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，直接休沐在家。好在你那几个侧姐夫们都打着掩护说是生病了，不然怕是瞒不住主院那些人。姐姐，此事可要多关心姐夫了。那也要你姐夫愿意见我才好，他最近身形消瘦，怕让我看见，死活不见我。唉，那姐姐还是等姐夫好些的时候再去见他吧。姐姐，你有孕的事情我能告诉阿瑶吗？可以是可以，但是必须要保密。文人馆评比前一定不能让杨府的人知道，不然我怕是要等到孩子生下来才有机会谈分家的事情了。这事拖得越久越不好。好的，姐姐，会有分寸的。晚上众人一起用了膳后，杨家洛早早地回了安排好的房间休息。千寻，发生什么了？我怎么感觉你和姐姐说完话后心事重重的？阿瑶，我有件事情要做。什么事情啊？我父亲留给我的嫁妆没有到我手里，但是我姐姐的同样没有。如今我姐姐已经成婚，按照规矩是要给的。我想让阿瑶散布消息的时候，把这件事情散布出去。芊芊，你这么做，姐姐在杨家还要继续待着，怕……阿瑶，姐姐打算和杨家分家了。什么分家？姐姐也会参加文人馆评比的，只要她通过了，我母亲和首府大人就不敢明着要求不分家了。姐姐要是想清楚要这么做，我也是赞成的。毕竟我也觉得这杨家不怎么好。今日你和姐姐单独说话的时候，荀二公子的人手还有陆家在凤都的人手已经传信给他们了。元义和荀二公子，你们再传此消息，就说
杨首府苛待庶女，压迫庶女，还吞没他亲生父亲留下的家财。妻主和主君放心，我们会安排好的。苏女君，我的人手收到了一些消息，说是有人在帮我们把消息传得更大。哦，大概是哪个好心人士干的吧，我们就当作不知道，继续散播谣言就好了。妻主，你就不好奇到底谁帮的你啊？帮我们不外乎就那么几个人，对自身有利的，我们熟悉的人，或者是想要看杨家倒霉的。不管是哪一个人，我们都是互惠互利，为什么要去侦查呢？没有意义。苏女君看得通透，在下佩服。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，都各自回去休息吧。明日怕是郑家的处罚会下来，杨家怕是也要有处罚。我们看完好戏，估计要入凤都了。翌日，苏月瑶起来，正在用早膳，崔义阳出现了。苏女君，傅统领用过早膳了吗？还是第一次有女子见到他，不是害怕，而是轻飘飘的问他用膳了没有？傅统领要是没有用，可以坐下来一起吃。荀浩轩顿时有种危机感，他还没有上位啊，不会又来一位竞争者吧？傅统领。苏月瑶疑惑地看着没有反应的崔义阳，他真的只是有些感谢昨日他的出手，客气地问的。哦，多谢苏女君的好意，我用过早膳了。昨日忘记和你说谢谢了，谢谢你在杨佳琪要打我的时候站在我前面护了我。苏女君不用谢，陛下下了令要在下保护苏女君安全的。哦，知道了。芊芊，姐姐清早离开了。是的，阿瑶，姐姐说她要早点回杨府看看情况，有消息会传信给我们的。那就好。傅统领是有什么事情要说吗？苏月瑶看向站着不动的崔阳问的。今天这崔副统领也好奇怪。苏女君，陛下已经下旨处置郑女君及杨府了。这么快的？这陛下看来是个行动派，他每次睡醒后事情都处置了，相当给力的速度啊。郑家家主被罢免了户部尚书职位，全族驱逐凤都。郑若云派死士暗杀文人画师，罚入女楼，直至生下女子。郑若云的后院男子全部充军。杨首府杨夫人管教女子不严，行挑唆之意。杨首府官降2级，降为3品辅臣。杨夫人的诰命降为3品。陛下本来还要罚杨佳琪入女楼1年的，但是杨夫人亲自求了陛下，愿意用她的3品诰命来换，陛下最后准了。陛下又考虑苏女君受了委屈，今早又有大臣上奏杨家虐待庶出的女子，连庶女的生父留下的家底都不愿意给庶女，所以陛下就让杨首府3日内把杨二女君的家底与杨公子的嫁妆交出来。陛下考虑中间您作为受害者，让郑家和杨家各赔偿您3万两银子。芊芊的嫁妆有了，他还得了6万两银子，郑家还从此离开了凤都，他的敌人也没有了。杨家怕是短时间也没有精力来折腾他，睡了一觉，敌人全部拜拜了，这还真是太爽了。苏女君要是不满意，可以向……我很满意，如此很好。想来陛下处置郑家还有杨家也是顶了不少压力吧。苏月瑶明白的，绝不给陛下再添麻烦。崔义阳听到苏月瑶的话，更是有些吃惊的看着她。好通透的女子，郑若云怕是在女楼里过的日子简直是生不如死吧。以前听说她最喜欢强抢男子，凤都里讨厌她的人想来不少，这次他们可以去找她报仇了。杨佳琪本身挑唆之罪证据并不多，只有郑女君的证词，怕也是难以服众。陛下能判她入女楼1年也是不错了。虽然养母用诰命换了不让她入女楼，但是养母心里还是不好受的吧。杨父的官又被降职了2级，他可不相信他们一点怨恨都没有。以后啊，杨佳琪的日子怕是不好过了。关键他还能得到6万两银子，想想啊，真开心。苏女君满意就好。陛下问苏女君打算什么时候入凤都，陛下还等着您亲自去谢恩呢。阿瑶，我们的伤已经稳定了，陛下已经等了2天了，该入凤都了。副统领，午膳后我们就入凤都吧。好的，苏女君，那在下就去安排了。等到这崔义阳离开后，
苏月瑶直接趴在桌子上，脸上有些生无可恋的。没想到啊，运筹帷幄的苏女君也有怕的时候。我不是怕，我是不想去。还没有进到凤都就这么多事情，要是过去，我要是触动了一些世家的利益，他们怕是更加反扑我。没事，荀家会保护你。荀二公子，你这么说，我可是要当真了。当然，当真也可以。杨千寻他们看到两人的行为，嘴角笑了笑。午膳过后，苏月瑶上了马车，掀开车帘，看到前面骑着马的崔义阳。这人浑身压迫感十足，没想到还挺细心的，因为他发现马车之前的车轮上安装了一圈减震条，还有马车里的软垫也换了更软些的。福星内官今日一早也先回宫复命了，所以这些安排怕都是这位副统领的安排。七主看什么呢？哼，七主，你和崔副统领是不是有情况？我怎么觉得他对七主你有些不同呢？你别瞎说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只是声音有一点大，前面骑马的崔义阳突然看了过来。苏月瑶和他的眼神相视，苏月瑶看到一股犀利带着杀气的眼神，直接头缩了回去，车帘立马拉上，有种社死心虚的感觉，还有种被人抓包的感觉。袁姐，你要再乱说，小心到了凤都我收拾你。只好不解气般的又重重的捏了他的脸。一声惨叫从马车传了出来。陆元姐，我又没有用多大的劲，你叫什么叫？七主，苏女君，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崔义阳的声音在马车外传了进来，苏月瑶尴尬的想要晕过去。他抬头看向杨千寻他们，发现他们看好戏的看着他，一点都没有打算解围的意思。没事，我和策军闹着玩呢，副统领继续赶路，不用管我。他怎么感觉此时的崔义阳很高兴呢？特别是那双眼睛了，他都看出来很辣的感觉。在苏月瑶快要顶不住的时候，崔义阳嗯了一声，直接骑马又走到前面了。哼，七主别生远景的气，他小孩子心性。七主，你对崔副统领真的没有意思？你们哪只眼睛看出来我对他有意思了？你们没有看到他刚刚的眼神，要是眼神能杀人，我怕已经死了。这么有压迫感的人，你们觉得我有多想不开，对他有意思？但是阿瑶，这崔副统领我感觉对你确实不同。以前我在凤都的时候见过他几次，也见过他办案的时候，他是出了名的对女子不假辞色，即使李丞相的嫡女，他也是一眼都不带看的。那芊芊，你说说他哪里对我不同了？在驿站我们也只是正式说过2次话吧，每次都是传达陛下旨意，也就昨日他糊了我，那也是陛下的旨意啊。他如今都觉得他的这3位郎君都魔怔了，觉得和他相处的男子都想嫁给他一样。他不是万人迷，也不是银钱，人人都爱的。荀浩轩也许是有点意思，毕竟事实帮助他，对他说话也很温和。他刚刚说完会保护他后，大概是觉得不好意思，提前先回凤都了，让他安置好后记得请他吃饭，救命之恩不要忘记了。但这崔义阳可是从头都没有给他一个好脸色，面无表情的，甚至整体还带着肃杀的威严气。他就没从他的脸上看到过其他的表情，说这样的人对他不同，谁信呢？阿瑶，我们男子之间还是挺了解的，虽然我说不出哪里来不同，但是就是感觉崔副统领对你们不同。你看今日咱们马车的改变，车轮上的减震条可是禁军所有，他们可从来没有给其他家族装过。这车里的软垫还有这点心，怕是都是有人专门安排的。说不定这是陛下安排的。好吧，还要这么想也可以。七主，我们进了凤都是先去前巷口的宅子安置吗？今天已经晚了，再说我谢恩怎么能下午去呢？明日早朝过后我就进宫谢恩去。阿瑶，我们入了凤都之后，交际方面你打算如何安排呀？什么交际？就是如果世家下了帖子你要去吗？详家先不说，但是凤都陆家你理应带着侧军们去一趟呢。等杨家把你的嫁妆送来后，我跟着你去趟杨家，
再去拜访陆家吧。没有去杨家前，所有的世家帖子都先推了。阿瑶不用特意给杨家留脸面，毕竟我们已经撕破脸了。我不是给他们留脸面，我是要告诉凤都的人，你杨千寻是我的主君。虽然我没有把你们3人区分开来，特意强调你们的地位，但是芊芊你主君的位置必须坐稳了，不然后期凤都世家的人怕是会想法的把你拉下来，3人当我的主君，那时候我们就被动了。你们能明白吗？阿瑶，我明白了。记住，我们在内是一家人，对外我会护着你们的地位，不让你们受一点侮辱，不然让他们觉得我对你们可有可无，就会想法的把你们除去，换上他们的公子。他明白世家大族的想法，姻亲在任何时候都是最好拉人入营的方法。侧君位置虽然不低，但也是在主君之下的。他们要是想要自己成为他们的人，他主君的位置就是一个香饽饽。特别是他和杨家已经破裂的时候，他身后没有任何的家族，要想在凤都站稳脚跟，除了站位陛下外，就是娶夫了。但是这娶夫的人选，他也要好好考虑，不能让自己太被动了。哎，真烦呢。苏女君，我们已经入了丰都城了，在下还要入宫回禀陛下，在下的属下会送您到前巷口的宅子去。多谢副统领一路的护送，请您告诉陛下，明日一早苏月瑶会进宫谢恩。好的，在下告退。等到前巷口的宅子前，苏月瑶下了马车。阿瑶，我们进去吧。好。苏月瑶进去后，发现这里的大部分景致都是按照她的喜好修缮的。嘿，妻主喜欢吗？我们和主君提前按照你的喜欢专门修改的，这院中的小路都铺上了青石砖呢，这样下雨天妻主要是走路就不用怕沾上泥巴了。还有妻主，我们专门在前院和后院让人多种了几棵大树，树下呢都有专门的软榻，这样妻主可以想躺哪里休息就躺哪里休息，不用让春日他们来回搬软榻了。还有我们后院呢也修了一条小河，里面可是放了不少小鱼呢，妻主要是喜欢钓鱼可以随时去。你们什么时候派人来修的？这可不是短时间能修好的吧？这种被人放到心上的偏爱呀，他是真的很喜欢。我和元锦嫁给你后，陆家嫡女和嫡小公子离开义县后，我们就和主君商量，觉得妻主怕是会来凤都的，我们就打算提前安排了。但是当时并没有派人过来，凤都杨家嫡女来了之后，我们就派人过来了。主君亲自画的修缮图，我和元锦又添了些。好在这处院子之前景色就不错，我们改的时候也不是很麻烦。阿瑶喜欢吗？喜欢，我很喜欢，谢谢你们。妻主喜欢就好，不喜欢我们再改改。阿瑶，侧君说的对，只要你喜欢，别委屈了自己。嘿，妻主你是不是要被我们感动了，要哭了呢？是啊，我就是很感动的。苏月瑶说完，直接上手捏住陆元锦的脸。妻主你轻点儿，轻点儿，一会儿脸被捏红了，怎么见人嘛？你给我闭嘴，再多喊一声我就捏得更狠。妻主，你还敢跑？陆元锦，你给我站住！才不要，我的脸不能再红了。杨千寻和陆远义看着他们两人嬉戏打闹，嘴角带着笑意地看着他们。大次君，二次君的性子是不是太跳脱了些啊？杨千寻有些失笑地问道。主君以后没有外人的时候叫我们名字吧。元锦怕是感觉到刚刚妻主心情低落，故意的吧。他这个弟弟虽然看着纯真，有时候笑得傻兮兮的，但是心思可是一点都不单纯。那以后没有外人在的时候，那我就叫你们名字了。元义，妻主有时候心思很细腻，就是有种你对她好，她就会很感动。虽然只是一些细小的事情，我觉得应该是以前的阿瑶心里很想得到的。我明白了，我以后和元锦会注意的。阿瑶与我们是妻主，也是最重要的人，我们不用特意去做什么，阿瑶想告诉我们的时候就会来说的。这次遇刺的事情说到底也是因我而起，连累到了你们，也希望你们不要心有芥蒂。主君，这样的话还是不要多说了，妻主把你放得很重，
我能明白他的心意。如果你出事，他怕是很伤心的。所以我们是一家人，为了妻主就没有连累不连累的。但是我们也要强大起来，护住他，不要再让他受到伤害，甚至为了我们做出牺牲的行为。我准备让一直跟着我的暗卫再培养一些暗卫出来，以后在暗处保护他。这次事情我不会让妻主再遇到了，我本来也有这个打算，也已经在安排了。只是如今慢慢培养还是太慢了。凤都每月初一都会有开放的黑市，里面有贩卖武功高强的人，我准备去一趟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安慰人选。初一吗？还有3天就到了，我和主君一起去吧。好。大哥，你和主君在说什么悄悄话呢？陆远景突然蹦了过来说道：我们说什么不重要，你陪着妻主，让她开心就好。苏月瑶此时跑得有些累了，直接坐到一旁的石凳上喘着气。一直觉得陆远景是他们3人中最好欺负的，但是这次发现他的武功也不弱，刚刚蹦蹦跳跳的连口大喘气都没有，气死他了。这些男子一个个他都降不住。阿瑶是累了吗？我们先回主院去吧。好啊。阿瑶，主院和义县宅子差不多，两边都有专门的偏房，书房连着卧室有一大间，已经给阿瑶收拾出来了。我和远义他们是和你一起住主院，还是住旁边的院子？你们自己决定，我没有意见。我们住在旁边的偏房里。芊芊，你平日就睡主屋吧。阿瑶在这里其实按照规矩，我不应该坐在主屋的。义县大门大户里主君和侧京都是有专门的院子的，还要你召见我们才能来侍寝。主院主屋更是没有你的要求，除了伺候的奴仆外，其他人都是不能进的。不用管这些规矩，后院一般外人也进不来，我们怎么自在怎么来，在外维持规矩就好，还是按照义县生活方式来。好，那就按照阿雅的吩咐来。远一远景，你们去选房间吧，收拾行李，晚膳我们一起用。好的，妻主。好的，妻主。阿瑶，出人他们伤还需要养2天，贴身伺候的人，我再给选出2个来。你和远一的伤如何了？远一的药有奇效，我的伤口已经好很多了，阿瑶不用担心。那就好，贴身伺候的人你看着安排吧，以后这些小事你决定就好，不用时时和我说。好的。苏月瑶等2人退下后，站起身，伸了伸懒腰，直接躺到床上去。好软的床铺，真舒服啊。苏月瑶睡了一觉，醒来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。妻主醒了吗？你怎么来了？行李都收拾好了？都收拾好了。大哥和主君在商量事情，让我过来看看妻主醒了没有。妻主，晚上呢，今日厨房准备了很多呢，有很多辣的菜，主君说是要庆祝以后我们在丰都安家呢。是吗？那我们去膳食厅等着他们吧。妻主，你不问问主君和大哥在忙什么吗？他们想说的时候就会告诉我的，是不是你好奇他们忙什么不告诉你？妻主，我只比大哥小2岁，大哥总拿我当小孩子，不公平吗？我也想帮主君他们忙吗？你有这么好的大哥为你遮风挡雨的，还不知足呢？但是他们都为妻主做了好多事情，我什么都不做，有点难过。谁说你什么都没有做了？你不是陪着我的吗？再说你这个活泼跳脱的性子，其实我挺喜欢的。真的吗？妻主，你是不是最喜欢我了？喜欢这么爱笑的阿锦。那我以后就不去问大哥他们在忙什么了，我以后呢就陪着妻主，好不好？好啊。芊芊，你们忙完了？我们一起用膳吧。好。阿瑶，我只管其他的评比，你不用多操心了，这几日你适当练习就好，你只需要把画画好就行了。陛下都有意破格让我进画坊的，又为何让我参加其他考试？这么说来，妻主，是不是陛下想看看你的其他水平？陛下那个大忙人没事专门想着我呢，是不是陛下忘记了我会考这些？要不我明日西宴的时候提醒下？阿瑶就按照规矩来，到时候陛下会有决策的。好吧，那我接下来10几天是不是还要把那些考试的科目练习练习？妻主学学就好，其他的不用想太多。我知道了。用过膳后，杨千寻跟着苏月瑶一起回了房间。芊芊，要是评比那天我要是做的不好，会不会很丢人？不会，阿瑶那些科目即使很差劲，也不会有人来直接笑你的。但是
阿瑶，我们不说这好不好？我们干一些其他的事情好不好？要干什么？我有些累了，想直接睡的。明日要入宫啊。没事，我一会儿会轻一点。你说话能算话吗？当然算话了。明日你入宫，我可是会很担心的。他们已经入了凤都，他今晚其实不打算折腾他的，但是为了以后他身边少一点男子，阿瑶要加快生孩子了。苏月瑶慢慢的把助孕果吃完，杨千寻吻就下来了，吻中带着一丝的急切，像是想把苏月瑶吞了一般，热情的让苏月瑶有些难以招架。慢慢的，空气带着热意。阿瑶，阿瑶，啊，芊芊，你还没有好吗？快了，还要再坚持坚持。翌日，苏月瑶醒来的时候，发现杨千寻紧紧地搂着她。阿瑶早。早。今日我是不是要早点进宫去？时辰还早，阿瑶腰酸不酸？我给你揉揉。阿瑶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都要先保全自己。即使陛下要给你赐婚，让我变成侧君都不要反驳陛下，知道吗？芊芊。阿瑶，我如今不在乎什么名声，不在乎什么名分，我只想让阿瑶好好的。上次遇刺的事情，阿瑶把刀架在脖子上的行为，我不想再看到。我宁愿我死了，也想阿瑶好好的。杨千寻眼神坚定地看着苏月瑶。芊芊，不要这么说，我也只是想要你好好的。我不知道陛下对阿瑶的打算，不管如何，阿瑶都不要为了我而去忤逆陛下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。阿瑶，如今陛下只有一位成年的皇子，就是宫中谢贵君所出，镇国将军国公府谢氏。我之前就是和他们嫡女有婚约，是侧君。镇国将军府是朝廷5官之首，陛下手里的兵权包括晋文军、北关军、南关军，剩下西关军还有东关军在镇国将军手里，各地也有驻军，有些是在陛下手里，有些是在镇国将军手里，还有些零散的在武将手里。镇国将军国公府是一品府邸，千年世家，谢氏一直都是本朝5官之首，陛下一直也想要收回兵权，只是比较难。芊芊是怕陛下让我娶大皇子。之前镇国将军就想让大皇子嫁给谢氏嫡女，更加亲近一些，但是陛下不愿意，就一直没有人再提大皇子的婚事了。要是这么说来，陛下怕是大皇子嫁给谢氏嫡女后，镇国将军拿着皇室血脉反了。毕竟男权社会也不是没有存在过。阿瑶猜的没错，但是和镇国将军能比的就是君后的母族李氏了。如今李氏的当家主是当朝丞相，文官之首，李氏和谢氏也是多年政见不合。李氏嫡女如今是凤都有名的才女，政君之位还没有定。李氏以前一直守着自己的权力地位，不参与任何斗争，一直到她嫡子成为君后，又抚养了陛下唯一的女儿，李氏才开始在朝堂上和陛下站在一处的。好吧，我还以为陛下会把大皇子嫁给李氏嫡女呢。陛下之前动过这样的想法，只是李丞相和君后都拒绝了，陛下又怕伤了他们的心，就没有说过。这大皇子是不是不好相遇？不知道，大皇子很少在人面前露过脸，我也从未见过。大皇子的冠礼陛下都没有搭办，只有谢家一族和3品以上的官员参加了。好吧，芊芊你想的怕是有点多了。陛下如今不管对我什么心思，我也指望不上。我一个孤身之人，如何撬动他们这些千年世家的家族？怕是他们想要踩死我，如踩死蚂蚁般简单。我顶多给他们添添堵，毕竟我身为女子，他们不能明目张胆地杀我，暗杀又刚发生过，短时间内他们也不会笨得顶风作案。还要入宫一切小心，还有我那个嫡兄杨策群，看到他小心一些。我知道了，我一个女子，他还不能光明正大的对付我，我见到他就躲开。用早膳的时候，陆远义和陆远景也都过来了，也交代了一些话，苏月瑶都仔细记着。他如今身为画师，见陛下要行跪拜大礼，碰上君后那些贵军们，只需要躬身行礼就好。到了宫门口的时候，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时辰。苏女君，陛下知道您今日要入宫谢恩，特意命奴在此等候。福晋内官好。苏女君安好，奴来给你引路。苏月瑶就这样跟在福晋内官的身后往里面走去。只是苏月瑶刚刚在门口没有看到的地方，崔义阳站在阴影处，
静静地看着他。傅统领，您刚刚不是打算和这苏女君打招呼的吗？多嘴，我什么时候打算打招呼了？崔一阳看了一眼苏月瑶消失的方向，转身离开了。副官莫名地跟上了崔一阳，有些疑惑，不是打招呼，为何刚刚一直站在那里等他？苏月瑶顺利地到了御书房门口，到的时候发现有几人站在门口，中间站着一位身穿华服的男子。苏月瑶意识到这可能是陛下的后军们，立马低下头，不再乱看。奴见过杨策军。见过杨策军。你是什么人？见了策军为何不跪？杨策军恕罪，这是义县画师苏女君，今日特意进宫给陛下谢恩的。哦，你就是苏月瑶，我那个庶弟的妻主。但是并没有让苏女君免礼。苏月瑶一直弓着身子，深吸一口气，她真是点儿背呀，一入宫就碰上他了呢。回杨策军，是的，我就是杨千寻的妻主苏月瑶。苏月瑶介绍完自己，发现一点动静都没有。过了一会儿，苏月瑶感觉自己的腿都抖了，这人是想着折腾她呢。请问杨策军，我可以起身了吗？放肆！你即使是个女子画师，怎可如此无礼？杨策军那可是三品。真是这宫，他是一刻都不想待了。算了，他不放过你，你也无需再忍。苏月瑶想好下面要如何，就直接顺势一倒。福清看到苏月瑶倒下的一刻，心猛地跳了一下。苏女君要干什么了？要对杨策军出手了？杨策军此时刁难苏月瑶，其实非常的不明智。毕竟他姐姐的那事儿才刚刚过去，还差点受罚。看着时辰，陛下想来要回来了。要是让陛下看到这场景，他突然有些期待了苏女君接下来要如何表现。杨策军，你对我有意见就直说。您身为三品策军，身份贵重，但是我身为女子也是受朝廷保护的。您迟迟不让我起身，伤了我的身体又如何？连跪在一旁的福星都忍不住看了一眼，他还是第一次见女子如此娇弱，甚至说话的语气比陛下争宠的男子还轻柔。杨策军没有反应苏月瑶回来这一手，他有这么弱吗？这躬身行礼时间也不长啊，女子不都是骄纵蛮横的吗？他不应该为此大声和他争吵的吗？啊，本策军只是刚刚听到你是我那个庶弟的妻主，一时忘记让你起身了。福六，还不把苏女君扶起来？苏月瑶没想到这杨策军反应这么快。你别过来，你刚刚一直在呵斥我，想来也是看不上我的，我不要你扶我。杨策军看着苏月瑶如此的样子，有些烦躁。他今日来是专门来求陛下让他回去省亲的。母亲被免了诰命夫人称号，一直都郁郁寡欢的。他有些担心，一会儿陛下下朝看到苏月瑶这么可怜凄惨的神情，他怕是说不清了。福柳，快点把苏女君扶起来。你别碰我，你走开。苏月瑶直接一个挣扎，砰的一下又摔倒在地上。这一次苏月瑶直接惨叫出声。福柳有些吃惊，他刚刚抓得那么稳，他怎么挣脱开的？关键是抓着他也只是刚起身一点，再摔倒也不会这么疼吧？苏女君还好吗？苏月瑶抽抽搭搭，一抖一抖的，没有回答福星的话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福安的声音传了过来。杨策军听到福安的声音，身子一晃。多年的后宫经验告诉他，此时非常的不妙。陛下，草民苏月瑶是特意进宫谢恩的，好运杨策军，民女不知哪里得罪了他。他先是看着民女行礼，不让民女起身，只是我摔倒，他又让他的奴仆把民女扶起来，又故意摔我。杨策军主仆更是吓得跪了下来。女皇看着此时的闹剧，心里有些乐。有苏月瑶在的地方就是欢乐多。她不是不知她后军们的争斗，像是这种行礼不让起身的多了去了，最多也是下马威。这苏月瑶偏偏不愿意，直接硬刚上去啊！
他的这位杨策军入宫这几年还是第一次见他有些慌乱呢。再看苏月瑶那张小脸上，苍白中带着瑟缩的害怕，眼睛蕴含着泪水，整个人一抖一抖，小可怜般的。要不是知道苏月瑶之前的情况，他都信了。陈氏只是好奇，她是我叔弟的妻主，陈氏才多看了2眼。苏女君，你不说2句吗？陛下让民女说什么？杨策军这话说得好听，谁信呢？整个凤都谁不知道杨家和我主君闹掰了？你的嫡妹刚刚侮辱过我和千寻，杨夫人更是没了诰命。杨策军刚刚让我行礼不让我起身，不是给我下马威吗？陛下，民女是您亲自下的圣旨前往凤都的，民女很感谢陛下的赏赐，但是民女觉得这凤都和我八字不合，先是差点没了性命，之后入宫又被人看不上。杨策军的奴仆从见到民女开始就各种训斥，陛下，如今民女觉得一仙更适合我，恳请陛下让民女离开凤都吧。这杨家从想和谢家联姻开始就不安分，平日里他仗着有个首辅的父亲和一品诰命夫人，没少折腾比他品阶低的后军们。今日苏月瑶既然递上了梯子，他适当罚罚也好。杨策军今日来见朕是何事？陛下，陈氏想回家省亲，所以才……哦，杨策军是觉得朕处置你的母祖不对，还要特意回去安慰你的双亲？陛下，陈氏没有这个意思。杨策军可知，苏月瑶可是朕亲自下旨入凤都参加文人馆评比的文人画师，她更是女子。她给你躬身行礼，是因为你3品策军的位分，但是你的奴仆竟被你惯得随意训斥女子吗？陛下，陈氏没有。你这奴才，我平时是让你如此跋扈的吗？陛下恕罪，是奴看苏女君不爽，所以刚刚故意的。策军不知道的，都是奴一人所为的。陛下，是陈氏没有教导好仆从，陈氏知罪了。来人，杨策军管教不严，致使仆从不尊女子。今日跟着杨策军的仆从全部赐杖刑30，杨策军禁足3月，罚抄难得30遍。陛下，陛下！杨策军没有想到陛下会罚得这么狠，立马想要求情喊道。这边陛下跟着的禁军直接把人都押走了。义县苏月瑶叩见陛下。抬起头来，长得倒是可以，不想入凤都，不想入文人馆，甚至是不想入朝为官，只想待在后院躺着享受。苏月瑶听到心里一惊，这陛下怎么知道他的想法的？不会被监听了吧？陛下，民女是有这个想法，毕竟律法上并没有要求女子如何的。哼，你这是想用律法来压朕？民女没有，只是实话实说。民女觉得律法对女子的保护不就是让女子享受的吗？话虽如此，但世人都喜欢高官厚禄，如今女子稀少，虽说朝堂男子掌权的多，但女子入朝以后也会成为趋势。世家大族一直精心培养女子，不难看出其中的深意。你当真不受这诱惑？再说你那个主君可是杨家的庶子，今日之后杨家算是和你们彻底决裂了，你觉得普通百姓的你能避开杨家的暗算？陛下，刚才您其实已经看出来我的行为是特意罚了杨策军的，是吗？民女即使有才，也不觉得以民女一人就能撬动那些世家大族的。民女只想和家人一起平安的活到老。但是朕每每觉得苏女君的生活如此美好，就想要苏女君来给朕解解闷。能为陛下解闷是民女的荣幸。此话当真？当真的吧。苏月瑶怎么感觉她要掉坑里了？你起来吧，福安给苏女君赐座。谢陛下。再过半月时间，苏女君就要参加文人馆的评比了，朕想听到你的好消息。陛下让民女画画还行，其他科目评比民女没有把握。你放心比，
如果不过，朕到时候直接破格让你进绘画房。陛下，民女能问下，您为何这么想要让我进文人馆的吗？苏女君，你自己的战斗力你不清楚吗？你还没有进凤都，你的遇刺让朕把整个凤都的世家师出有名的查了个遍。杨家朕也有打算要动，你就送来了刀。朕已经好久没有遇到你这么有能力的人了，即使苏女君撬不动那些大族又如何？但是如今在朕的眼中，你的价值还没有用完。他合着就是有点价值，没被榨干前，他连撤退的机会都没有。陛下，我做这些都是为了自保，并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，换个人也是一样的。但是换个人没有你那么好的作画水平，单单指你的作画风格，整个凤鸾国就找不到第二个人出来。这些是杨府城文人们集体上的书，说你无私教授作画技巧，让朕赏赐你的。因为你遇刺，郑家的事情先不说，牵扯到杨府，就已经有文人开始为你请命，要朕严惩杨家，不然首府大人的官职是那么好降的。陛下，这些都是因为我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吧？他确实没有想到这些文人在背后的推波助澜，他一直以为是女皇想处置杨家。苏女君不相信，这折子还在这儿，苏女君剩下的可要都看看。不用了，陛下，民女知道了，文人馆屏蔽，民女会尽力的。民女以后会留在凤都，但是陛下可否给民女一个恩典？什么恩典？民女想要婚事自由，陛下不能以任何理由随意给民女赐婚。婚事自由，怕朕让你把你主君降位，还是怕朕给你赐新的公子？民女都怕，望陛下成全。朕还是第一次听到有女子要这个要求的，朕怕是不想答应你呢。陛下，文人馆评比过后，朕本有意要赐婚的，你主君的位置，朕觉得杨家庶子也不合适。陛下，如果我能靠自己的努力通过其他7项评比，全都达到中等，我的主君之位不动如何？你当真就那么喜欢你的主君？这杨家公子就这么好，让你如此？是的，陛下，他值得的。苏月瑶，你可知文人馆评比有多难？连你的主君凤都才子榜首第1都没有评过，每年能靠自己努力评选上的，最多不超过30人。陛下，我会尽力。如今我只有这一个机会，除去这个，陛下您只要下旨，我怕是一点反抗的机会都没有了。我不想委屈他，如果我真的失败了，也算对得起他，最起码我努力过了。苏月瑶，你倒是让朕更期待了。那朕就承诺于你，如果你能全部通过，你的主君之位朕不会动，但是其他赐婚你怕是要接旨了。陛下想给我赐婚哪家公子，能提前告知，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吗？想知道，等文人馆评比过了你就知道了。退下吧。苏女君，请。苏月瑶出了御书房，抬头看了眼天空，叹了一口气。既然躲不过，那就拼了。苏女君，奴领您出宫，陛下怕您累着，特意准许您可以坐轿子到宫门口。苏月瑶听到心里一抖，她今日出宫后，怕是整个凤都的人都知道自己和陛下站在一处了。陛下更是为了她处置了杨策军。这个时候，千寻的主君之位再下来，他以后连在家里都不安生了。这步棋，陛下走得真好啊！轿子一直到了宫门口，苏月瑶下来后，拿出来一个荷包，递给福星，说道：“多谢福星内官今日的引路，一点心意。”苏女君客气了，奴要回去复命了。苏女君在看什么？没看什么。崔副统领是在巡逻吗？是，在下看苏女君的脸色不是很好，是发生什么了吗？没事，就是觉得皇宫很威严，很高大，有些震惊罢了。我要回去了，先告辞了。等苏月瑶回到府上，发现千寻他们都在前院等着他。
还要回来了，脸色怎么如此不好？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杨千寻带着担忧的神情看着他。我没事，我们进屋说。陆远义拍了几下手，一个黑衣人出现了。灵一见过主子。灵一平日可看到有人探查府邸吗？主子入凤都后，府邸内属下并没有发现有任何可疑之人。林一之前在义县的时候，可否看到有可疑之人？林一想了一会儿说道：之前凤都陆家嫡女嫡子去的时候，属下看到过一次黑影，当时属下觉得是陆家的暗卫，就没有回禀。苏月瑶听到这里，直接摇头无语地笑了笑。他好像就是和陆家嫡女说的那些话的吧，没想到让陛下派来的人听了个清楚，终于明白反派死于话多了这句话的杀伤力。他就是多嘴才让陛下好奇的。陆远义让林一退下了，几人看着苏月瑶。林一当时看到的黑影怕是陛下的人，陛下大概是因为那幅梅花图好奇派人来看看。当时我正和陆文馨说话，应该是什么让陛下觉得很有意思了吧。那陛下可以怪罪阿瑶？怪罪倒是没有，就是陛下不想满足我的那些想法了。七主，你进宫还顺利吗？挺顺利的，顺便坑了杨策军一把，让他的贴身奴仆全部被陛下赐了30杖刑。杨策军本人也被禁足3个月，罚抄难得30遍。最后我还把自己给坑了。陛下呀，特别喜欢我能给那些世家添堵，让我像蚂蚁一样给他们面前蹦跶蹦跶，顺便恶心恶心他们。我被不被踩死，陛下怕是也不在意的。陛下呀，还打算等文人馆评比后赐婚的。芊芊的主君之位本来也是要降的，我给陛下谈了条件，文人馆评比除了作画，其他7项我要靠自己努力得到中等以上，陛下就不动芊芊的主君之位了。关键是我不知道陛下打算文人馆比试后把哪家公子赐给我。坐在御书房的女皇突然打了一个喷嚏，身边的福安立马问道：陛下要添衣衫吗？不用，这大概是苏月瑶回去后正在骂朕吧。陛下，您如此照顾苏女君，她肯定是感恩的，怎么会骂陛下呢？骂不骂朕心里不清楚，但朕有种感觉，苏月瑶将来肯定是改变凤鸾国国事的人，就看她能不能撬动那些老牌的世家了。朕啊，真期待啊。奴听福心说，苏女君出宫的时候脸色非常不好，陛下本来也没有打算动苏女君的后院的，您为何吓她呢？朕之前没有打算，但是谁叫他提了呢？文人馆的评比哪有那么容易过？他自己说的，要是他全部通过文人馆评比，那他的价值怕是又得翻一番了。至于赐婚的人选，朕现在也要好好选选。如今他才娶了3夫，福安，你说朕直接给他赐下3个公子，苏月瑶会不会气死？朕的大儿子一直不愿意嫁人，镇国将军又一直想要干预。福安，你说苏月瑶要是娶了他，镇国将军和苏月瑶对上，谁会吃亏？还有崔松的儿子不是一直不嫁人，崔松不止一次给朕说，让朕给他的儿子找个好妻主，这苏月瑶不也挺合适的？还有君后家的嫡小公子，今年不是也及官了，把她也嫁给苏月瑶，这样苏月瑶的后院怕是真的热闹了。丞相府的公子对上朕的大儿子，当年朕想把大皇子嫁进丞相府，他们还都不愿意，朕就把他们都嫁到一处去。福安站在后面默默地擦了头上的汗，这苏女君怎么这么惨，入了陛下的眼呢？但是一想到真的如此，怕是热闹得很呢。要是当天一起嫁了，苏女君会去谁的房里呢？她都想去看热闹了。陛下，您如此做，苏女君怕是不乐意吧？她还不乐意？剖开他们的身份，哪个长得不好？朕的大儿子温润如玉，可是继承了谢氏的美貌，那双桃花眼睛含情脉脉的，不然当年朕怎么会把谢氏选进宫？
还第一个给他生了孩子。崔松家的长得其实也不错，就是气势太足，也不知道如果他有天真的喜欢上苏月瑶，变成世事温润的样子，朕倒是想看看这样的反差感。李氏的嫡小公子今年宫宴上，朕看了一眼，长得娇巧可爱的，朕可听说了，每年李丞相府门口都是求娶的女子们。苏月瑶得到这3位俊美不凡的郎君，我得感谢感谢朕。算了，朕还是要再考虑考虑，不能把人逼得太紧，不然苏月瑶直接不干了也麻烦。这还逼得不紧吗？还有，万一苏月瑶真的通过文人评比，主君之位又不能动，难道让朕的儿子、崔统领的儿子、李氏的儿子都当侧君吗？陛下如此，怕是李丞相、镇北将军还有崔统领都有意见了。但是本朝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出现女子评比过文人馆的，要是苏月瑶真的能过，朕如此赐婚，他们也不敢说什么。这事情还是要商量些，等评比过后，朕再决定吧。女皇收起心，拿起奏折继续看了下去。阿瑶，今日宫里发生的事情都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以后我们怕是没有安生日子了，能活一天是一天吧。七主，你明日就去给玄二公子提亲吧。苏月瑶看向陆远义，这跳脱的好快呀。陛下如今是这个打算，七主多找几个中立派别或者陛下派别的公子，会多分保障。不娶，我本意20岁前就娶6个的，陛下赐婚是谁还不得知，我没心情再娶一个。阿瑶，玄义说的其实很对，崔副统领其实也可以问问的，如果他愿意嫁给你，我愿意降为侧君的。我不愿意。芊芊，如今我们来到凤都，凤都局势复杂万变，你要是不是主君，那以后我们家怕是像窟窿一样直接四处漏风吧。阿瑶，文人馆的评比你有把握评过吗？我没有把握，所以接下来请你们把文人馆评比要求告诉我，我努力想办法到达中等以上。3人都担忧地看着苏月瑶，他们好被动啊。接下来的10几天，一直到文人馆评比前，我不再出门了，拼一拼。芊芊，你的主君之位，我会想尽办法给你保住的。七主，我相信你。好，阿瑶，我帮你。七主，你一定可以的。接下来的苏月瑶开始了发奋学习。距离评比还有2天的时间，苏月瑶有些焦虑，晚上一直睡不着，翻来覆去的。七主睡不着吗？是啊，我怕我要失败了，就太对不起主君了。七主，我们都明白你的心意，明白你不想让主君受委屈。主君这些天每次看到你如此努力的时候，脸上都带着心疼和担忧。不管结果如何，主君都不会怪你的。我知道，那天入宫的时候，主君就让我答应他，如果陛下要动他的主君之位，不要和陛下反驳，答应就好。我本不想让他受委屈，但是面对女皇陛下，我发现我几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抵抗。元烨，我真的有种深深的无力感，我怕我护不住他，以后也护不住你们，我真的好怕。七主，喜欢我多一些，好不好？陆远义的呼吸变得沉重起来，他的目光被苏月瑶美丽的身体所吸引。他缓缓地将苏月瑶的寝衣从他身上褪去，此刻屋里的温度似乎也不断升高。苏月瑶微微颤抖着，脸上泛起一抹红晕，默默地接受着陆远义的举动。陆远义的唇轻触着苏月瑶的肌肤，温柔地亲吻着她的脖颈、肩膀和前面。每一个吻都带着深深的爱意，让苏月瑶的心跳加速。他们的呼吸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种暧昧而热烈的气氛。过去了许久，房间内云雨渐歇，苏月瑶浑身无力地瘫倒在床上。翌日一早，陆远义醒来，看着熟睡的苏月瑶，轻轻地下床，穿好衣服走出了房门，去了膳食厅。大哥，七主还没有起吗？七主有些累了，让他多睡会儿。主君，
阿瑶最近确实很辛苦，心思又格外担忧些，今日能多睡一会儿也好。我们先用膳吧。好的，主君。主君，七主很怕失败，委屈了你。如果七主真的没有做到，也请你不要怪罪他。不用原因你说，我也明白的。我其实觉得阿瑶不能这么辛苦，主君之位没有她重要。如今我更担心的是，阿瑶如果全部通过了，怕是又要惊动不少人了。我们如今的力量还不能护好她。上次我们黑市也只挑出来4位暗卫，目前是没有人敢明目张胆的对七主动手的。最大的变数就是陛下的赐婚上，如果陛下只想让七主恶心那些世家，赐给七主的是那些家族的，就麻烦了。我已经把后院最西边的院子让旧人修缮了，你和袁锦家庄里的宅子离这里也不远，从北门那边可以挖出来一条通过去的密道，我已经吩咐人在秘密准备了。如果出现危险，你们带着阿瑶直接离开吧。主君，我身为主君，不管在任何时候都要护好她，也请你们不管如何也要照顾好她。七主心思细腻，你们想了也感觉出来，只要真心实意的对她好，她就会掏心掏肺的。七主很怕失去。主君，我们知道，任何时候我们都会照顾好七主的。是啊，主君，你也要好好的，七主把你看得很重要的。我知道，我只是做最坏的打算，也是做最后的退路。如果陛下赐婚的是中立的世家，又或者是忠于陛下的世家，就会入住旁边的院子；但是对立的，就会住在西边的院子里，让阿瑶也自在一些。主君考虑周全，如此安排很好。他们3人用过早膳后，就各自去安排事情了。现在什么时辰了？40过了一会儿了，快要接近50了。这么晚了，我还要练字和弹琴呢。七主，今日你歇一歇，你手上弹琴的伤口一直都没有好。七主，你这样子我们会很心疼的。其实你不用这么拼命的，你要相信自己的实力。苏月瑶抬起头，看着陆元义坚定而温暖的目光，心中感到一股暖流。他知道陆元义他们一直都是最支持他的人，他们总是在他最需要的时候给予帮助和鼓励。元义，我怕那天我没有发挥好，如果这次我靠着自己的努力通过了文人馆的评比，一是护住了芊芊的主君之位，二是我的能力又大大的上了一个层次。一个评比能过文人馆的画师女子，那些想要使坏的人都要掂量掂量了。即使事后陛下给我赐婚了，不管赐婚的对象是谁，我都有权利如何对他们，而不受他们背后家族的影响。七主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身为女子，你不应该如此辛苦的。那首谱子，你只要给了文人馆的琴师，琴技一定会过的。其他的类目我们都已经说过了，没有问题的，所以你不要太担心了。七主，你如此对我们不值得你如此的。你们都值得，值得的。他能感受到陆远义他们的真心和爱意，他们只想让他好好的。他珍惜这样的感情，他同样也想回报他们的。在他看来，不管任何感情都是相互的，这样才能长长久久。转眼到了文人馆评比的那天，苏月瑶他们到的时候都是人。哎，你看那个人是之前才子榜首的杨公子吗？好像是啊，他身边的是他的妻主苏女君。应该是吧，之前被赶出郑家的那个女君，不是已经公开表示杨公子的名声是他故意毁的吗？是啊，那个公开信我看过的，但是你们没有发现他的妻主很美吗？哎呦，这苏女君的郎君们都长得挺俊美呀。这个苏女君可是陛下从义县特招的画师，参加此次评比的。我一个杨府城的友人说过，这苏女君为人亲和，还特意教授他们作画技艺，今日一见，没想到这么美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前一段这苏女君来凤都不是遇刺了，我那个友人说杨府城的文人都集体上书让陛下严惩凶手呢。下面议论纷纷的，几人进到评比的院子，发现里面已经有了很多人。女君前面的屋子就是各科评比的地方，没有问题就可以进去了。每个人进去的试题和试卷都不同，要在酉时末评比完，错过就不能再评比了。每次只有一次机会，
也只能选择7个科目，不能多选。多谢。女君客气了。如果女君得到中等或者上等，门前会有人敲响锣鼓，会把女君笔试的试卷张贴出来。琴技和棋技呢，会有人按照琴谱和棋谱展示的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好的，女君。七主，今年的人数少了许多啊。60-70人还少啊？这要今天一天都考完，那些夫子怕是要累死的吧？我和袁锦前年参加的时候，我记得当时是100多人，最后通过了有20几人。阿瑶，袁毅说的不错，我那年评比的时候人数也有110人。好吧，我知道了。那我们去评比了，成败在此一举。那七主，你想第一个评比哪个？诗词吧，这个我有把握。他脑子里最起码还背了不少诗词，在这里想来已经够用了。第一关先来有把握的。七主一定可以的，我们等着七主成功出来。苏月瑶进来屋子，发现屋子里面有几张桌椅，上面放着笔墨纸砚，还有3个人在埋头写字。女君请在2炷香下把题目写完，上交我们。好的。苏月瑶想了一下，拿起笔开始写了出来。胜日寻芳泗水滨，无边光景一时新。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。他写完之后，抬头看向刚刚一直坐着的3位，那3人还在写。3位上座的夫子看到苏月瑶写的诗，没想到1炷香还没有点完就写好，好诗啊！今日这是他看到的第一首好诗。苏女君，这是你写的？陛下亲自下旨让他参加，他们师坊知道后其实还是很期待的，毕竟他画的几幅画题的诗词都很出众。是的，夫子。你先出去等结果吧。好的。阿瑶，结果出来没有？一般都是当时出结果后，门口的仆从都直接敲鼓的。阿瑶都出来了，为何没有敲响？阿瑶的作诗能力确实很优秀，不应该会中等以下的。我不知道，有位夫子让我出来等结果。诗词坊门口突然敲响了门口鼓，仆从在门口说道：恭喜苏月瑶女君，诗词获得上等。之后他写的那首春日诗同时张贴在门口和山下的木牌上，顿时场面热烈了起来。没想到第一个上等这么快就出现了。七主你太厉害了，上等哎！千寻、月瑶真棒啊，第一个出现的上等呢。姐姐。杨女君。杨女君。姐姐你过几关了？我刚评比完1科中等。姐姐好厉害，她全是靠作弊的，不像杨家洛是有真实的才学。没有月瑶厉害，上等啊，诗词可是很难的，我准备晚会儿再评比呢。我觉得运气占很大的一部分，我只是抽到了好的题目。说的也对，那我也沾沾月瑶的喜气，我这就去评诗词。七主，你下一关要去哪儿？书法吧。阿瑶可以的。书法来的人算是最多，几乎屋子里的座位都坐满了。苏月瑶写完交上去的时候，刚开始夫子不是很重视，但看了一眼立马重视起来。苏女君，敢问这字是你自创的吗？是的，我的画作大多以风景意境画为主，所以格外喜欢洒脱张扬的这种字体。哦，那就难怪了。这字意确实不错，但字体上还是欠些火候，只达到了中等。苏女君有空的话，可否来书法坊交流一下这种字体呀？当然可以。好，我们等着你来。夫子笑着在苏月瑶的卷子上写了中等。苏月瑶出门的时候，鼓直接敲响了，中等。恭喜阿瑶。七主厉害。又搞定一个，下面我去算术坊吧。
苏女君上等。苏月瑶出来的时候，鼓敲响，算数上等。之后周围都炸了，苏月瑶一上午不到的时间拿到了2个上等，这是什么逆天的运气？关键是算术啊！算术历年来就只招了5、6个学子，有的甚至1年都是空招。杨千寻几人满脸自豪地看着苏月瑶，距离50还有1个多时辰，我再评一门。苏月瑶这次进的是文学屋子，苏月瑶拿到试卷，发现是让写一篇劝学的文章。他第一反应就是荀子的劝学，当年他可是背了好长的一段一段的。之后他提笔写了出来。君子曰：学不可以已，清取之于蓝而清于蓝，冰水为之而寒于水，木直中绳，柔以为轮，其曲中规，虽有槁爆不复停者，柔实之然也。故木受绳则直，今就立则立。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矣，则知明而行无过矣。等苏月瑶写完的时候，2炷香也燃尽了。好险呀，他中间还省了几段，有些记不清了。看到苏月瑶写的文章的夫子直接眼睛越睁越大，这文章能当这些年最好的劝学文了。苏女君，你这文章是不是未曾写完呢？是有些没有写出来，一时紧张，不知道如何写。苏女君的文章做得很好。之后门外的鼓敲响了，文学苏女君上等。外面的人听到后都安静了下来。苏月瑶平复心情，又去了花坊。文人雅士偏爱花，这门插花技艺也是很受大众喜欢的。杨千寻当年的插花技艺得到了上等，苏月瑶跟着学了半个多月，按照他教的和现代看过的花束搭配，最后获得了中等。午膳前，苏月瑶参加了5科，3门上等，2门中等，几乎是最优秀的存在。一瞬间，苏月瑶的名字在整个凤都传开。苏女君，玄儿公子也来参加评比了。是啊，我先去西后院的马场参加的骑射的评比，之后又参加了2门，没有时间过来打招呼，请勿怪罪。不怪罪，不怪罪，玄儿公子很厉害啊。还可以，没有苏月瑶女君厉害。我主要参加的就是骑射，其他2门也只达到中等。苏女君可是有3门上等了。你的主要参加是骑射，骑射是今天评比？是的，骑射参与的人不少，时间又比较紧，要2天时间。上午都是主要评比骑射的，下午可以是学子其他参加的。苏女君，我们一起去吃饭吧。好啊，最近我一直忙着文人馆的评比，没有时间请玄儿公子吃饭，等到文人馆事情忙完，我就请你。好啊，那我可就等着了。杨千寻和陆远义他们看着2人的互动都没有说话。阿瑶文人馆评比过后能把荀浩轩娶回来，对他们来说其实很有优势。毕竟主评比的骑射能得到上等的人，一般都是会入陛下的禁卫军，或者是武官的官职，不管是哪个，对他们都是有利的。几人愉快地用过午膳后，就各自参加评比去了。进了屋子，坐在琴旁边，深吸一口，闭上眼睛，一首《高山流水》弹了出来。一曲弹完之后，3位夫子都兴奋地站了起来。好曲好音啊！苏女君，这是你自创的曲谱？是的。那琴谱可否？夫子，这曲谱我本就有一把谱子给你们的，这样这么好的琴音就能传承下去了。高山流水，好名字。苏女君贡献新的曲谱，好啊。苏月瑶本来技法上是得不到上等的，但是因为贡献曲谱有功，所以特意给的上等。棋的考试是解开棋局，屋里有几张桌子上放着下了一半的棋局，只要10步以内能解开的中等，5步以内的上等。苏月瑶的棋局属于中等水平，
陆远义的下棋是最厉害的，所以很多棋局陆远义教了很多技法。苏月瑶也在现代看过一些棋局，所以苏月瑶循序渐进，在第9步的时候解开了棋局，获得了个中等。从棋屋走出来的时候，苏月瑶直接瘫在杨千寻的怀里。他做到了，芊芊的主君之位保住了，保住了。接下来明日的作画过了之后，他就要好好想应对陛下赐婚的事情了。七主，你做到了，做到了，还拿了4个上等啊！苏女君出来了，出来了！苏女君，在下是凤都卢氏旁支，可以驾驭苏女君。在下是凤都何氏，家父是4品修撰，愿驾驭苏女君。苏女君，在下也可以，在下如今是5品校尉。苏女君，苏女君。苏月瑶被一群人包围着，直接把脸埋在杨千寻的怀里。他社恐，这可是一群男的，特别是他们的眼神让他觉得很危险。芊芊，快带我离开这儿！苏月瑶几乎把脸埋在了杨千寻怀里。挤了一炷香的时间，杨千寻他们才坐上马车。马车里，苏月瑶惊魂未定。七主，明日你要是作画得到了上等，咱们家的门槛怕是会被媒人给踩平了。陆元景笑着说：元景，你是幸灾乐祸是吗？太可恶了。七主，我可没有，我只是觉得七主要习惯才对。以前的文人馆除了主评的，很少有人拿到上等的，但是七主今日可谓是一战成名了。苏月瑶看着笑着开心的陆元景，心里更塞了。皇宫御书房里的女皇又直接打了2个喷嚏。此时女皇陛下正在看苏月瑶今日所有的评比卷子。朕还真是看走眼了，朕以为苏月瑶就是多些小聪明，没想到是个深藏不露的。陛下，文人馆的桓夫子来了，您要见吗？桓夫子不守着文人馆评比，还有心情来见朕，不会是为着苏月瑶来的吧？奴看桓夫子脸带笑意，想来是有好消息的。让他进来吧。诺。桓景睿见过陛下。平身吧，你不在文人馆守着，进宫要和朕说什么？陛下，除了苏月瑶得到了4个上等3个中等，还有杨家庶女也得到了7个中等。今年文人馆可算是真的招收2个女子了。没想到杨家还有这么有出息的女子，杨辅臣还一心的培养嫡女嫡子，真是脑子糊涂到家了。陛下说的是。陛下，这苏月瑶的评比卷子您都看了吧？陛下，臣想让苏女君入文人馆之后，这些上等的科目都参与进学。今日评比的难度并没有主评比的难，这提出的是其他科的夫子们要求的。是的，陛下，上等科目的夫子都来找臣了，甚至苏女君没有拿到上等科目的书法坊的夫子啊，也特意找到了臣。臣没办法，只能特意进宫啊，来问一下陛下了。桓景睿管这文人馆20余年，还是第一次见一个女子这么厉害，拿到那么多的上等，把整个文人馆的夫子都带动来找他要人。这苏女君主评的可是画坊啊，又是一女子，男子能得到2个上等，那都是才学1等的好。女子在文人馆可是从来没有科目双修的，这苏月瑶要5门多修。今年参加评比的男子脸都快丢光了。你们倒是看见好的苗子就来要人了，这苏月瑶朕可是知道了，懒人一个，画坊他都不一定愿意去，你们还让他去学那么多门。桓夫子可知他为何这么拼？是陛下许了高官俸禄？他要是想要入朝为官也就好了，他是为了让朕不动他的主君之位才跟朕打赌，7门课凭实力达到中等以上的，朕都没有想到他还能拿到4个上等。这苏女君这么仁义，对她的主君有那么好，她主君是陛下刚降职的那个杨辅臣的庶子，才子榜榜首那个。是啊，苏月瑶如果入了文人馆，她的主君之位怎么能是庶子当着？虽说是个才子，但是之前也被退过婚，名节被毁的事情是澄清了，
那也是有些配不上苏月瑶。陛下，这苏女君对主君是真好啊，如此境地，她竟然能直接评出这么好的成绩来。陛下您也是知道的，老臣一家对您是忠心耿耿，桓家历代啊都是管着文人馆的。当年老臣更是为了让文人馆的地位稳固，让臣的妻主都全面支持陛下的。臣啊更是让臣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嫁给陛下对立的世家们，以让陛下在朝堂上更顺利些。女皇有些呆愣，不明白桓景睿怎么突然这么煽情了。桓家也是100年的传承世家，他们是在第1任女皇执政后为女皇铺路，建立文人馆来抵抗那些底蕴深厚的世家。桓景睿是他的母皇逝去后一直支持他坐稳皇室之位的，更是为了他将他的大儿子、二儿子嫁给了那些对立世家的大族里，缓和了不少关系。桓夫子，你说重点，想要什么？哎呀，陛下，老臣是觉得这苏月瑶是真好。这臣的小儿子啊已经满20岁了，平日啊一直待在文人馆中，说不嫁人将来就要直接充军的。您能给赐个婚吗？臣的小儿子啊得个侧军之位就好，臣要求不高，苏女君啊收了他就好。侧军，你家那个心高气傲的小儿子能愿意？他愿不愿意臣不管，就知道天天待在茶坊饮茶作对的。陛下您下旨，他绝不敢抗旨，要是他敢抗旨，臣就把他除族，让陛下随意处置。陛下，荀老夫子和崔统领来了，还有原尚书大理寺少卿陈大人。他们都来干什么？让他们进来吧。诺。说说都来找朕干什么？陛下，臣是想让您给苏月瑶和臣的儿子赐婚。是副统领给你说的？不是，是臣自己发现的。臣发现啊，益阳自从亲自护送苏女君来到凤都之后啊，就格外的关注苏女君。想来他是喜欢的，不然啊，他也不会到了21还不嫁人。这之前啊，也从未关注过任何女子。荀老夫子，你是？陛下，臣的2房孙子刚从杨府城回来，来凤都的时候遇到苏女君，可谓是一见倾心呐。所以臣是来请您给他们2人赐婚的。你们也是让朕给你们儿子赐婚苏月瑶的？是的，陛下。是的，陛下。朕知道你们的想法了，但是婚姻大事，苏月瑶又是一个有主见的，她怕是不会愿意。朕要是贸然赐婚，各位爱卿家的公子要是过得不好，也是朕的罪过。这样，等苏月瑶明日画舫评比过了，朕后日为在本次评比中过的文人们设宴，你们带上自家公子，亲自问问他如何。陛下英明。那就退下吧。这边苏月瑶回去的路上可算是一波三折，先是有人直接冲出来拦马车的，让外面的马夫一个急刹车，要不是杨千寻他们护着，差点没把苏月瑶给甩飞出去。之后直接走一个岔口上，突然一匹马失控的直接撞上了苏月瑶的马车。杨千寻在发现的第一时间，直接把苏月瑶推到离车门最近的陆远义怀里。陆远义直接把门踹开，把苏月瑶带了出来。他们出来的一瞬间，马匹受惊，抬脚往前面跑去。远义，千寻和远景还没有出来呢。记住，我们先远离这里，主君和远景都会武功的，而且周围有不怀好意的人，暗卫还没有过来，我们要避开。在2人还有2个巷口就要到达苏府的时候，突然被一群黑衣人围着了。你们什么人？我可是女子，绑架女子、伤害女子可是会受重罚的。苏女君，我等是奉命来请您去喝杯茶水，没有恶意。你们这个架势，说没有恶意骗谁呢？还有，你们奉谁的命？直接上门送上拜帖不就好了吗？还请苏女君见谅，我家主子身份特殊，不想让人知道他找过您，所以苏女君请吧。我不去，坚决不去，不说名字坚决不去。那就得罪了。之后黑衣人开始攻击陆远义。
陆远义也和黑衣人打了起来。黑衣人并没有伤害苏月瑶的意思，只是想从陆远义手里抓住苏月瑶，所以招式并不狠辣。但是毕竟以一敌多的，慢慢的陆远义越来越不从心了，直接被黑衣人刺了一剑。远义，我没事，记住了。陆远义艰难地抵抗着，黑衣人慢慢的想要赶紧解决，直接一个杀招，逼得陆远义闪身一躲，一个瞬间，苏月瑶被黑衣人抓住。撤！记住！陆远义倒地，直接吐了一口血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副统领，我妻子被劫走了，往东边去了，快去救人！话音刚落，陆远义直接晕了过去。把他送回苏府救治，凤都戒严，给我追！好的，统领。这边的苏月瑶醒来的时候，发现他躺在一张很柔软的床上，待在一间富丽堂皇的屋子里。他一扭头就发现床边站着穿着内官服饰的工人，他眼睛一缩，他怎么会被掳进宫里？陛下要见他，直接召见他不就好了？用得着这么大的阵仗吗？啊，苏女君醒了，您可要沐浴或是用膳吗？我不沐浴也不用膳，我就想知道谁掳的我。这里是宫里。无愧是母皇看上的人，在陌生的环境下醒来，一点都不惊慌。什么？这真是宫里人呢？母皇？他是皇子，唯一籍贯成年的就是大皇子了。我勒个豆！他抓他来这里干什么呢？还把陆远一给打伤了。你是大皇子，你抓我来这里干什么？摆了摆手，直接示意工人们退下。等工人们退下后，那名男子直接起身，缓慢地向苏月瑶走来。苏月瑶看到出了屏风后的大皇子，直接被那双桃花眼给晃了一下。男子五官精致，嘴角带着笑意，但苏月瑶感觉出一丝邪气，这人好危险呢。原来母皇想给我赐婚的对象长这样子呢，苏女君。女皇，你没有点人性的吗？你这大儿子可是谢贵君生的，谢氏啊！你要是让堂堂谢氏一族的皇子当了侧君，他怕是要被谢氏给啃得一点都不剩了吧？镇国将军不是吃素的，身份先不说，关键你这大儿子也不正常啊！大皇子这么尊贵，我配不上你，配不上他。不是本皇子配不上你，是你不想换主君之位的吗？我主君在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陪着我，他不能换。你这么有情有义的呀，本皇子还是第一次听说的呢。大皇子，我真的没有肖想过你，是陛下说要给我赐婚的，我至今都不知道是谁。但是本皇子觉得嫁给你不错呢。别，大皇子我无依无靠，我现在花的用的都是我3位郎君的银钱，我其实很差劲的，我脾气不好，本皇子还是第一次被拒绝，有些生气呢。你说怎么办呢？苏月瑶的脸直接被捏住抬头，和大皇子的脸离得很近，他甚至还感受到他刚刚说话喷出来的热气。之后大皇子直接伸出另外一只手，轻轻地抚摸上他的脸。苏月瑶汗毛都要立起来了，他突然想起，一般一个变态的人这么抚摸一个人的脸，不会是想把他的脸皮揭下来吧？苏女君，你还是第一个能这么鼓起勇气拒绝本皇子的呢。你不觉得我很美吗？虽然此时大皇子笑得很美，美得如同盛开的花一般，再配合他那双桃花眼一样的眼睛，让人看一眼就忍不住沉醉其中。但此时的他却完全没有心思欣赏这份美丽，因为这份美在他的眼中带着一种深深不正常的恐惧。看着眼前这个面带微笑的大皇子，他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脊梁骨升起，让他浑身发冷。美，很美，你最美了。那就把你主君降成侧君，娶了本皇子当主君如何？不如何，我的主君之位任何时候都不会变。
大皇子感受到自己的手被苏月瑶握着，第一反应就把他的手甩开，一时间没有控制住手上的力气，苏月瑶直接被甩在床上，头砰的一下碰到床柱上。苏月瑶直接摸着碰头的地方，疼得她眼泪一瞬间流了下来。大皇子反应过来，眼中闪过一瞬间的愧疚。若谷，进来给苏女君看看头。苏女君碰到哪里了？奴看看。我就是碰了一下，没事的。奴还是看看吧。若谷直接伸手准确地扶住苏月瑶的头看了一眼，看到碰到的地方有些红红的，松了一口气。殿下，没有事情，如果肿起来擦些药膏就好了。退下吧。大皇子，我感觉你好像很讨厌我的碰触，所以你想来是不想嫁给我的吧？甚至是不想嫁给任何女子。苏女君很聪明，你这么聪明，让我更想嫁了呢。我不聪明，我很笨的，我刚刚什么都没有说。你和母皇打赌，只要靠自己进了文人馆，7门科目全部达到中等以上，就不动你主君之位。但是你要是缺席明日主嫔作画，不也是进不去文人馆吗？这样母皇直接把本皇子赐婚给你当主君，不正好吗？大皇子，你如此绑了我，不怕到时候我说出来吗？陛下会饶了你？苏女君要是想以母皇来压我，那可就是失算了。派去绑你的是母皇给我安排的暗卫，本皇子也没有让他们特意隐藏行踪。想来这个时候，禁卫军的统领应该已经查出来你被绑到皇宫了。母皇这2年可是格外想要本皇子嫁人的，但是她不想我嫁到镇国将军府去，也不想我去那阿扎地，之前还想要我嫁给君后的家族。谁知道李丞相的嫡女那么不争气，他就看见我亲自把工人给杀了，就吓得死活不娶我。想想当时工人被我砍得面目全非、4分5裂的肢体，那李氏嫡女的小脸儿啊，吓得脸都白了，整个人瑟瑟发抖的。这样没胆量的女子还想娶我？哼，想得美。大皇子啊，我其实也没有胆量的。没事儿，胆量是练出来的。等你娶了本皇子，本皇子带你练练胆子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苏女君知道本皇子为何想嫁你吗？因为母皇每次让我见的女子都很恶心，也都很蠢，不是大哭就是发脾气，长得还丑。我呀，很不喜欢呢。但是苏女君很聪明，不哭不闹还冷静，特别是你的眼睛亮晶晶的，没让我看出一丝贪婪。我很喜欢呢，喜欢的想要把它挖出来。大皇子，大皇子，眼睛挖了就不好看了，不好看了。你不是要嫁给我吗？瞎了多不好，是不是？哦，那我不想当侧君，让一个庶子在我头顶上，本皇子怎么可能接受呢？哼！这样，大皇子，你不是有皇子府吗？你嫁给我，我每月陪你在皇子府里住几天，你还不用看到我其他的郎君，多好。杨千寻和陆远义他们要是将来和这个疯批住在一起，他怕是把他们杀了都有可能。目前看他只是吓唬他，让他娶她，并没有伤害他，是不是？本皇子会让你陪我？你全身上下除了这双眼睛能看，也不怕其他地方污了本皇子的眼睛？苏月瑶听见直接气炸了，什么叫他全身上下就眼睛能看？他该有肉的地方都有肉，不该有的地方一点都没多余的，腰还那么细，这身材妥妥的好。大皇子看着苏月瑶快气死的神情，又不敢说他的样子，嘴角一闪而过的笑意。他也许真的和其他女子不同，他不能再等了，不然怕是被父君嫁到让他恶心的世家去了。嫁给他，他就可以成功离开皇宫，搬到皇子府去，远离这压抑的皇宫。这个机会他要抓住，最起码他和他相处起来，他没有感觉到有一丝的恶心。苏月瑶此时气得不想看大皇子，所以成功的没有看到大皇子沉思的模样。
如果他抬头，就会发现大皇子并没有那么让人害怕的。涛儿，是不是你绑了苏女君？突然，门口传来女皇陛下的声音。苏月瑶顿时觉得她见到亲人了，亲人呢？陛下，苏女君一会儿要乖乖的哦，不然你的主君他们可就危险了。苏月瑶眼神中带着惊恐的神色看向大皇子。在苏月瑶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他直接拉着苏月瑶的胳膊走出了房间。看到门口的女皇，直接拉着苏月瑶扑通的跪了下来。母皇，儿臣今日听到苏女君文人馆评比直接得到了4个上等，一时激动就让暗卫把她带到儿臣的寝殿了。儿臣也想见见母皇赐婚给儿臣的女子。儿臣知道不对，一时没忍住，儿臣知道错了。那表情，那神情，整个人的气场和刚刚在屋里的就不是一个人。现在的他像是一只小白兔，温顺乖巧的，这怕不是精神分裂的吧？哦，那这么说来，涛儿是喜欢苏女君的了？一点点都没有因为他绑了苏月瑶而生气。喜欢的，苏女君很有才华，刚刚和儿臣相谈甚欢呢。去他的相谈甚欢，他都想挖他眼睛了，不是威胁就是吓他的，哪里相谈甚欢了？苏女君觉得大皇子如何？可喜欢他？苏月瑶刚想说话，就发现他的胳膊被大皇子死死地捏着。大皇子抬头看向他，那眼神带着浓情脉脉的，但是苏月瑶还是从里面看出来一丝威胁。他好怕呀！陛下，我喜欢的就是陛下之前答应我不动我主君位置，大皇子要是当侧君，岂不是委屈他了？母皇，儿臣不觉得委屈。苏月瑶震惊地看向他，他刚刚不是要主君之位的吗？怎么变卦了？你们两人两情相悦，真好啊！朕已经想好了，涛儿，你以平夫之位嫁给苏月瑶，和主君地位等同。你们没有一点底线的吗？平夫说是和主君一个地位，但是说到底还是比主君低的呀。儿臣多谢母皇成全。好了，你们两个起来吧。涛儿，以后可不能如此没有规矩。你要是想见苏女君，直接传召就可以，怎可私自把人绑回来？你可知凤都城因为你都乱成什么样子了？母皇，儿臣知错了，以后不会了。好，朕就知道涛儿是最乖的。女皇呀，你知道你儿子是个什么样的吗？他乖。苏女君，等你明天化作评比过了，会专门在宫里为此次通过的文人馆的文人设宴，到时候朕亲自给你和大皇子赐婚。副统领，送苏女君出宫。臣遵旨。这时候他看到崔一阳都没觉得他怕人了，压迫感都没有了。这些人和大皇子相比啊，都是小意思。大皇子嫁给他后，他会不会被他吓死？千寻他们怎么办？这凤都就不应该来，皇宫更不应该进，没一个正常的。苏月瑶颤颤巍巍地走出大皇子的宫殿后，终于忍不住一个腿软，直接往前摔去。哎，苏女君小心！我没事，你让我缓缓。崔阳有些担忧地看着苏月瑶，当他刚刚听到女皇陛下要给他和大皇子赐婚，心里有那么一瞬间的不舒服。此时又看到苏月瑶如此，明显是受到了惊吓。他和大皇子见的不多，但是他觉得大皇子远远没有表面那么纯真。宫里能存活下来的皇子，怎么可能没有一丝心机？大皇子的父君又是镇国将军谢氏一族，谢氏这几年又在军权上格外放肆，陛下一直没动，都是看在谢贵君和大皇子的面子上。凤都多少世家想要娶大皇子，谢贵君又偏向谢氏一族，阻碍陛下赐婚给中立或者忠于陛下的世家。如今陛下把大皇子赐婚给苏月瑶，不知道对苏月瑶来说是福是祸了。我们赶紧出宫吧，副统领可否通知我的郎君们？在下发现苏女君是被劫到皇宫的时候，就已经给你的郎君们报信了。发现你侧军的时候，他怒急攻心晕了过去，想来伤势不严重的。今日多谢副统领了，谢礼我会亲自准备，让主君送到崔府。
哎，在下当不得苏女君如此行礼，在下做的是分内之事啊。这是应该的。到了宫门，发现杨千寻和陆远景都在宫门口等着。七主，阿瑶，七主有没有受伤？让我看看。我没事，不用担心。元一的伤怎么样了？我都看见他吐血了。七主，我没事儿，是远意没有护好你。陆远意坐在不远处的马车上，脸色有些苍白。远意！苏月瑶看到陆远意，立马跑了过去。看到他苍白的脸色、担忧的神情，甚至是染血的衣衫都没有来得及换下。我没事的，远意很棒，一直护着我呢。下次如果打不过就跑，他们抓我也不敢对我怎么样的。七主，远意保护你是应该的，是远意无用，没能。不要再说了，我们先回家去吧。你受了伤，怎么还能出门呢？听七主的，大哥，我们赶紧回去吧。副统领，我先回去了。崔副统领，今日多谢你。苏女君早些回去吧，明日还要参加评比。苏月瑶上了马车，春日驾着马车往府里的方向走去。阿瑶，还好你没事。是啊，七主还好你没事，我们都好担心的。没事了，今日劫持我的是大皇子。大皇子？女皇有意想给我和他赐婚，今日我又得了4个上等。他好奇要嫁的我是什么样子，就派暗卫把我绑了去。大皇子可以为难阿瑶？没有的，只是他脾气不太好，陛下让他以平夫之位驾驭我。芊芊，你的主君之位我守住了。阿瑶，你不必如此的，今日你怕是受了很多委屈吧？不委屈的，明日作画我一定可以拿到上等。他不是委屈，他是受了惊吓。元烨，你也别内疚，今日你交手的是陛下赐给大皇子的暗卫，武功很高，好在你没事，不然我都要伤心死了。七主，以后远意会更努力保护好你的，不会再有今日的情况了。陆远意眼神坚定。我们都努力。如今大皇子是必须要娶的，好在他会直接住到皇子府去，陛下会在后日给这次通过文人馆的文人在宫里设宴，就会有赐婚旨意下来。我尽量让你们少些接触，大皇子的性情不太好。还要放心，我们做好本分，不会起冲突。不是起冲突，而是你们躲他躲得远一些，如果有机会就是看见他就立马就走，他是不敢对我如何，如果有冲突我会护着你们。阿瑶，我们知道了。马车一路到了苏府，几人下了马车。阿瑶，今日也去朝感谢副统领，要不是他，我们也不会第一时间得知你的消息。杨千寻的眼神看着前面院墙拐角处的阴影说道，我今日也谢过他了，回头我亲自准备谢礼，到时候芊芊亲自给送过去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们进府吧。等几人全部进了府后，崔义阳从拐角阴影处走了出来，停留了一会儿，直接回了府。几人进了府，直接去了陆元义的房间。元义，你这伤真的没事吗？要不我去请大夫过来吧。七主，没事的，我就是一名大夫，我的伤我心里清楚的，七主不用担心。七主也累了一天，明天还有评比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七主我守着，大哥，你和主君先回去休息吧。好，那我们先回房了，有事一定派人来通知我们。好的，七主。苏月瑶和杨千寻离开后，陆远义咳嗽出声，直接吐了一口血。大哥，别大声吵着七主了，我没事儿，就是受了内伤。你去把我药箱里青色瓶子的药丸拿过来。好的，大哥，我这就去拿。所有暗卫我都安排在暗处保护七主了，明日七主要是评比过了，怕是凤都的人都盯着七主的。元景，你记得配合主君，一定护好七主。唉，大哥，我知道的，你赶紧休息，我守着你。你回去休息，让林清和林夏守着我。明日我不在，你要打起精神，咱们不能再让七主出事了。我知道了，大哥。大哥说的对，明日他一定要护好七主。这边苏月瑶简单用了膳食，就由着杨千寻伺候他洗漱。他本来还想和杨千寻说点什么的，
但是等他沾着床的时候，人直接没一会儿就睡着了。杨千寻沐浴过后，看着床上熟睡的苏月瑶，上去直接把苏月瑶搂在怀里，静静地看着他。今日大皇子做了什么，让妻主面色如此紧张？想来明日评比过再说吧。阿瑶，是做噩梦了吗？是啊，我梦见我被一群男子追了一晚上，累死我了。阿瑶梦都是相反的，想来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。芊芊，你刚刚都笑了，我才不接受你的安慰呢。要是朝廷没有要求强制娶妇就好了。阿瑶，如今女子出生越来越少，如果朝廷不颁布这样的布令，怕是不行了。还要等评比过了，你娶荀家的二公子吧。还有崔副统领应该对你是不同的。阿瑶，可以问问他要不要嫁给你。芊芊，我想想吧，荀二公子也许是想要嫁给我，但是你觉得崔副统领他对我有想法吗？晚上你回来的时候，副统领想来是一路护送我们回来的，一直等到我们入府之后才离开。副统领年少成名，自小跟着他父亲在禁卫军训练，从不近女色。关键是他看妻主的眼神不同，如果阿瑶娶了他，以后在凤都我们方便许多。荀家的当家主如今是工部尚书，但是荀老夫子的文人声望很高，他的很多学子都是致力于为民的好官，他们两个一文一武的，很适合阿瑶的。我知道了，阿瑶亲自去问问就知道了，我觉得他们是同意的。芊芊，你后悔过吗？后悔当时我们带裴公子画了那幅赏梅图，不然我们如今在义县过平平淡淡的生活。阿瑶后悔了？我不知道，当时我们其实在义县也不稳定，我的母族苏家，还有当时我们怕杨家和郑家出手，如果不是有画师的身份，我们怕是要被欺负死了。我其实是不后悔的，只是没有想到那幅赏梅图会这么吸引陛下吧。阿瑶，不要因为你娶妇就觉得我们委屈，即便妻主不来凤都，照样也是会娶妇的。如今阿瑶能娶到优秀的公子，我们很高兴的。阿瑶再睡一会儿，别想太多。不管你做什么，我们都支持你的。玄一更是因为没有护好你很自责，所以阿瑶，比起名分和地位，我们只想你平安。芊芊，谢谢你们对我这么好。苏月瑶躺在杨千寻的怀里，语气有些哽咽。杨千寻紧紧地搂着苏月瑶，亲了亲她的额头。睡吧。再次睡着的苏月瑶呼吸平稳了些，也没有再做梦了。清晨，苏月瑶醒来发现床上只有她一人。今日你们的伤好了？多谢女君关心，都已经好了。那就好。夏姬和夏生是回到之前的工作位置了？夏姬和夏生不会武功，如果女君喜欢他们伺候，可以留在身边，但是出门的话他们不太合适。他们伺候我还算是尽心，给他们安排一些轻松的活计吧。好的，女君。苏月瑶洗漱好后，早膳已经准备好了。主君他们都吃过了？是的，女君。今日一早门房那里就收到了很多帖子，有些事情主君在安排。好吧。苏月瑶用过膳后，杨千寻和陆元景出现了。元义呢？他的伤是不是很重？妻主，大哥是受到了内伤，要卧床休息2天，他让我转告妻主，评比妻主一定可以的。阿瑶，元义这边我都交代了，咱们要去文人馆了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今日的人好多啊。那是当然，文人馆评比可是凤都最热闹的大会，今日能参加的都是昨日7门科目达到中等以上的，学问学识都是上等的。入了文人馆，如果是世家大族，是可以直接入朝为官了。特别今年啊，还要又一次拿到这么多上等，凤都的公子们都想要一睹妻主的风采了。姐姐昨日不是也过了？她昨日得了个上等，晚上就把疯批般的大皇子给招上了。今日她并不喜欢那些公子们看着她，谁知道里面的人有没有不正常的。姐姐过了，她的主平是书法，姐姐的字特别好，想来今日也是没有问题的。真好啊，那想来姐姐应该比我更受欢迎些，姐姐最起码是杨家出来的。妻主，杨家姐姐虽然也过了，但是她7门只是中等，而且主要的是杨家姐姐已经娶够郎君了，杨家想来也注重门第，还是妻主你呀更有优势，而且你上面还没有长辈压着，我们几个又家世不显的。元锦，你要是不想说话就别说了，我不想听。妻主，陛下把大皇子赐婚给你当嫔夫，下面的世家公子怕是也会心甘情愿的当侧君的。
想想我还在他们前面，哼，真开心。袁姐，我看你真的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。是啊，我其实很好奇的，七主这么好，这么有才学，想来那些世家怕是蠢蠢欲动了。到时候想要嫁给七主，七主会不会看花眼啊？主君，今早的帖子是不是都是约见七主的？大部分都是的，还有一些宴会的帖子，我清早并没有处理完。芊芊，今日帖子都是这些，你是如何处理的？小的世家宴直接推了，合适的我会先跳出来，到时候再一起问问阿瑶。本来我以为那些大点的世家会把庶子嫁给你，但是没想到有好多世家选的是嫡子，看来他们很是看重阿瑶的。阿瑶先不说这些，今日你好好参加评比，你在那边的画坛上当场作画，现场评比的。抬头上面坐着有3位夫子，其中还有认识的周老夫子。苏月瑶对着3位夫子行了一礼。苏女君，没想到这么快咱们又见面了。是啊，周老夫子今日可好？老夫最近挺好的，苏女君有空的话可以来萧府找老夫啊。好的，周老夫子。苏女君，您可以去作画了，限时是2个时辰。好的，夫子。苏月瑶开始提笔画了起来，她准备以山水画为主，把一个个的小动物画出来。时间缓缓流逝，苏月瑶逐渐沉醉于作画之中。她专注地勾勒出一幅壮丽的景象，连绵起伏的高山峻岭，其中一座山顶上，一条神秘而威严的黑龙与一只鲜艳夺目的红凤凰一同翱翔天际。山间，一只雄壮的老虎傲立在悬崖边，俯瞰着下方的一切。沿着山脚流淌着一条清澈的小溪，溪边有只机灵可爱的小鹿正在饮水，还有只刚刚从洞穴里探出头来的小兔子好奇地张望。树枝上几只欢快歌唱的小鸟增添了一份生机与活力。远处的树上，一群活泼的猴子正忙着采摘熟透的桃子，它们的身影给整幅画带来了更多的生机。这些动物们仿佛拥有了生命，栩栩如生，充满了灵动之美。3位夫子站在苏月瑶身后，看着眼前的画作，心中充满了震惊和赞叹之情。他们从未想过，一个如此年轻的女子竟然能够画出如此精妙绝伦的画作，实在是令人惊叹不已。苏女君，你这画作是谁传授的？老夫从未见过如此好的画啊！其实我在义县苏家不受重视，平时比较偏爱画画，只是苏家并不喜欢我画。有次我在外面画画的时候，遇到一位老者，他指点了我几次，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了。那苏女君可还能记得那位老者的样子吗？我记不得了，而且那位老者一直都是蒙着面，他也特意不让我在外面提起他的存在。苏月瑶的画被展示出来后，顿时场面乱了。天哪，这么好看的画呀！我第一次见动物能画得这么灵动的。上面画的是龙和凤凰吗？还有山间站着的是大虫吗？嘿，我还头回见着这么些个动物啊！苏女君好棒啊，我要嫁给他，当侍者我都愿意。哎，我也要。还有我呢。芊芊、袁景，我们赶紧回去吧，再待下去我怕要被挤扁了。好的，七主。恭喜苏女君作画获得上等。多谢，运气好一些。副统领，我先走了。苏女君，如今众人都看着你，陛下怕发生昨日的情况，特地让在下护着苏女君回府的。那就太好了，我们赶紧走吧。啊，芊芊，他们太热情了，吓死我了。海洋，你刚没有回复那几位夫子就这么走了，他们现在怕是气急败坏了。那样挺好的，他们想要我学那么多科目，我才不要呢。画坊我都不想去。他天天在家躺着，有人伺候着，还不用担心生活问题，不用面对人群，他有多想不开的，天天早起却文人馆进学呀。这边有禁卫军护送，一点事情都没有出。那些蠢蠢欲动的男子们也都没敢上前拦马车。真是有人保护就是不一样，心里觉得娶她也不是不可以。荀二公子其实也可以，如果他之前娶了她，昨日发生的事情以荀二公子的轻功，想来带着他逃跑肯定没有问题。七主，
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的想法很对？你看这副统领能专门特意的送妻主回来，妻主要不你就娶了她吧。是吗？袁锦，我觉得你这性子也要磨合磨合。你大哥不是准备接管这边的药堂吗？你以后跟在你大哥身边吧。妻主，我不要跟着我大哥，他会累死我的。没事，身为男子就应该多劳些，累不死人的。马车到了苏府，苏月瑶下了马车，对着崔阳感谢道：多谢副统领专门送我们回来。苏女君客气了，在下职责所在。看着天色不晚，不如请副统领用过晚膳。苏月瑶看向出主意的陆元景，他就差把撮合他们两人刻在脑门上了。副统领还有公务在身，想来也是没有时。在下今日并无其他事情。顿时，苏月瑶和杨千寻三人同时看向崔阳，这差点给苏月瑶整不会了。他一直以为崔副统领对他其实没有多大的意思，毕竟他之前的气场确实大。只是昨晚见识过大皇子后，他觉得崔副统领在大皇子的面前气场不值一提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明确知道崔副统领不会伤害他，所以他才尽力的忽视那强烈的压迫感。那副统领进府一起用晚膳。好，那就多谢苏女君的邀请了。副统领，里面请。他们不会说的是真的吧？这副统领真的对他有意思？那他娶呢，还是不娶呢？娶了以后出门，这禁卫军是不是可以正大光明的保护他了？想了想，其实也挺好的。关键是这副统领长得也很出众的，他可是常年练武，身材是不是比杨千寻他们还要好？腱子肉会不会更有手感？留宿的话是不是更……停！苏月瑶摇头，想把这些废料甩出去。妻主，你头疼吗？哼，元锦，我怎么看你越来越不爽了呢？妻主，你这是不喜欢阿锦了。别装出这副模样。杨千寻领着崔以阳站在后面，看着两人，有些尴尬的解释：妻主和二色君平日喜欢闹腾，副统领不要介意。没事，我其实还是第一次见苏女君如此活泼，这二色君很会让苏女君放松心情呢。他们都看出来了苏月瑶的不自在，但是陆元景这么一闹，倒是让他彻底放松下来。崔阳还是第一次见女子如此不自在的神情，女子都是被家族娇宠长大的，身边又不缺男子。苏月瑶的这种行为，他确实第一次见。副统领有忌口的食物吗？我都可以，平日我大多数都在禁卫军营中，膳食不是很讲究的。好的。这边苏月瑶不再搭理陆元景，转身发现杨千寻和崔阳两人站在离他们有些远的位置上说着话。你们两个说什么呢？阿瑶，我在问副统领有没有忌口的食物。哦，副统领，我先回房换身衣服，让千寻、元景他们陪你在府里转转。好的，苏女君。几人看着苏月瑶离开后，杨千寻又交代春雨一些事情，就对着崔阳说道：副统领，我们带你四处走走。可以。三人静静地在院子里走着，杨千寻和陆元景两人都不知道要说什么。他们其实也不能100%确定崔阳是不是对阿瑶存了心思，毕竟崔阳是有官职在身，还是女皇身边的近侍，身份上又贵重。几人走到一座凉亭中坐了下来，下人上了一些茶点和水果。副统领，对于阿瑶可有想法？杨千寻想了下，还是问了出来：苏主君，我如果有想法，你们又当如何呢？陛下昨日已经亲口说了，会将大皇子赐婚给苏女君，但是今日宫里的谢贵君可是不同意如此草率地将大皇子嫁了。明日宫中举行的宴会，想来谢贵君包括谢将军都会想办法把这次婚给取消了。苏女君就是这其中的关键呢。杨千寻和陆元景听到心里一惊。副统领为何告诉我们这些？阿瑶娶不娶大皇子，这不是他能决定的。